各位来宾，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黑天鹅在澳大利亚被发现之前，所有的欧洲人只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天鹅它都是白色的。确实啊，当时看到的天鹅也都是白色的。10年前你害死我妈，直到1697年，陷害我爸入狱，姓安的用肮脏的手段，才得到如今的成就。星耀之所以能成为10年了，兵，就是时刻保持狼性。终于等来这个机会，要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今天我就要让你血债血偿，才能让星耀乘风破浪，再创辉煌。衢东，烈气，我的眼睛好臭！挂住他！衢东，索虚言。别弄了，拿2条黄鱼送船上去。老板，你的菜好没好啊？哎，好了好了。老板，来条鱼。来。鱼到了。开船！一条野生大黄鱼的价值不菲，但比不上你金贵。抓你，可比抓鱼麻烦多了。为了适应黑暗，我承受了多少，你就要付出多少。得知你这2个月过得比我还要艰难，我心里可舒服多了。谢谢你。听人说，鱼胆可以治目赤肿胀。你把我弄瞎之后，我鱼胆泡药，没少吃。那这么看来，好像没什么效果呀。鱼胆中的氢氰酸毒素可不比同剂量的砒霜要少。中毒之后，如果没有及时救治，会引发腹腔内所有气脏的衰竭。所以今天特地为你献上这一道美味，喜欢吗？有用。除了尤震的女儿，还有谁能用这么愚蠢的方式去刺杀安国轩呢？如果不是你，我现在已经得手了。10年前，尤震挪用项目资金，甚至还闹出了人命。
死者正是尤震的妻子齐兰，而他们的女儿尤尤，从当时的天之娇女，堕落到了在夜店里卖酒。你说，要是你妈知道你干的事儿，她会怎么想？我妈不会复活，你也不会复明。别以为你替安国轩挡了毒酒，他就会重视你这个不受宠的私生子。我这辈子最讨厌别人说我私生子。不过我现在就破例原谅你，而且我还要送你一份礼物。自从你爸进了监狱之后，你很久没去看过他了吧？这份孝心我替你尽了。哎，你知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手里正抱着这个八音盒，不撒手，嘴里还念叨着你的名字呢。你对我爸做了什么？激动什么呀？我犯得着对一个活着比死了更痛苦的人下手吗？我不过是告诉他，你的女儿活不过今天了，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你弄瞎我的眼睛，我就让你永远瞑目。再见了，瑶瑶。小坡，你脚下站的这个地方会建一个超级大的八音盒，就和这个一样。我妈妈是一个很优秀的设计师，昨天电视上还放了她的新闻。妈妈，尤震，你涉嫌重大安全事故罪、挪用资金罪，请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瑶瑶，妈妈，这10年来我过得很好。姓安的私自伪造账户，伙同他人陷害尤震，搞得人家家破人亡，这些罪名加起来够判你个无期的了。你听好了，尤震当年就斗不过我，就凭你。妈妈，我来找你了。
东哥，5点钟方向，老实点，别动。东哥，再往右点，准了。瞎子还想打进球啊？我这个人呢，就喜欢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你争不过高总，他就是星耀接班人，一直掌管星耀的核心业务。今天他和安小姐订婚了，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安董的家业留给谁，显而易见。你呢？你只是一个眼瞎的野种。你说什么呢你？胜率低的人总喜欢买最贵的球杆，可是即使球杆再好，他们终究没有胜算。别动！哎，启东呢？星耀居然也没见到安静静的订婚宴，他哥启东居然没来。对呀，他哥怎么没来？也没见啊。对啊，你看新娘一个人在上面孤零零的。哎，这吉时都过了，小高怎么还不来？这是也不讲成逃婚了。娶一个才子入门，就算救了安家的长命派婿，也得掂量掂量。漂亮。你的才子是不是应该掂量？就是比反悔这个其实到底怎么想？高总说他要去趟海州，来不了，带着他留下的文件在我这儿。各位来宾，首先啊，我很感谢大家能够来参加我女儿的订婚宴，但是我很遗憾，要跟大家说声抱歉，我这个准女婿啊高珊珊，今天外出公干，没办法来参加订婚宴了。婚宴他不来呀？结婚当天。本来呢，以我这个人的脾气啊，高珊珊这个人永远不可能再踏进我安家的大门。但是，他为静静准备了一份订婚礼物，我释然了，甚至觉得我这个女儿啊，眼光很不错嘛。这份礼物啊，就是婚前财产公证，安静静婚前和婚后一切财产均属于安静静个人所有。且高珊珊将个人名下的所有不动产和存款转到安静静的名下。真有魄力！我真说，允许安静静，那能是一般人吗？珊珊说呀，她最不喜欢的称谓啊，就是安家的赘婿。她不在乎别人诋毁她，甚至更不在乎将来的孩子姓甚，但她想让世人知道，她之所以娶安静静，并不是因为我安国轩。而是因为他很爱静静啊。这个你谁也说不准。明天走。说高珊珊不去订婚宴，突然去海州做什么？我不知道。你知道我最喜欢打什么球吗？直击球，因为力度大，一球击中。脑门开花。
1、2。我说，高总去海州找建筑设计展的评委齐格格。高珊珊为什么来找他？齐格格我早有耳闻，他是唯一一个获得法国 NDA 建筑设计金奖的华人，会展中心事关星耀的继承人人选，而齐格格这样一位顶级设计师，能助他拿下这个项目。这么说来，高珊珊和东哥竞争的关键在于齐格格。哎，来了！好戏开着。总算是来了，怎么来啊？那真是白跑一趟。哎，他就是齐格格。我们这些最顶级的建筑公司的猎头，全都是为齐小姐来的。齐小姐，我们可以一直都在等你啊。酒准备好了，我们猎头啊都在等着齐小姐帮我们挑选未来的后起之秀呢。哦，想起来了，他是今年最年轻的评委。他为什么放一杯红酒啊？这证明这个设计师的作品啊还不错，但就像这个红酒一样，还需要珍藏和发酵几年。这个作品他看了这么久，肯定不错吧？哦，居然是香槟啊！这就意味着这位设计师啊可以提前庆祝了。看来都不一样。哦。这杯可乐是什么意思啊？我真替这位同学感到悲哀啊！齐小姐的意思是让这位设计师以后远离设计行业，做个快乐的肥宅。齐格格。齐小姐，谢谢。你的眼睛，一场意外，但我听你的声音，却有种熟悉感。熟悉。或许我们有缘能成为伙伴。这款鞋被称为时代的眼泪，没想到齐小姐你这么怀旧。不过这双鞋似乎不太合脚。只剩下一双的经典款，就算不合脚，也得拿下。我和齐小姐一样，但凡是看中的东西，一定不会放过。所以今天，哪个作品是你看中的？我看中的不是作品，而是你。忘了做自我介绍了，宁海市星空公司总裁齐东。宁海，我只听说过星耀，可没听过星空。我相信，只要齐小姐加入我们星空，星空很快就会在业内名声大噪的。那就抱歉了，我选合作方
和选鞋子一样，只喜欢经典款。经典款是过去式，创新才是未来式。经典之所以经典，是因为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不像所谓的创新，看起来夺人眼球，实则只是一时的风头，很快就会被淘汰了，对吧，大哥？如果想要走得更远，合脚似乎比经典更重要，否则就会像齐小姐方才那样，一不留神摔了。二位是？哦，星耀集团副总高珊珊，祁东是我未婚妻的哥哥。你就是3年内为星耀收复华南市场的高总。如果学妹能够加入星耀，我相信用不了3年，星耀就能重新成为全国建筑行业的排头兵。对我这么有信心啊？当然，毕竟你我师出同门，都毕业于卢米尼，我相信学妹的眼光。容我考虑一下。大哥眼睛不方便，早点回去休息吧。你的墨镜。替我扔了吧。看在你这么有诚意，加上是为我们未来的份上，今天的事我原谅你了。还是我们家静静最懂事了，本来买了凌晨3点的飞机飞回去的，想让你明天一早睁眼就能看到我，结果临时出了点事，耽搁了。好吧，那你一定要尽快回来啊。放心，我们家静静第一次穿婚纱的样子，我怎么能错过呢？早点休息，晚安。晚安。高总，对不起，祁东下了死手，我还是把您的行程告诉了他。他不来横插一脚，我反而会不习惯。万一祁哥哥真选了祁东怎么办？他瞎了之后，只花了1年就能行动自如，现在又成立了子公司，难保他没什么野心。集团弃子，前途渺茫，选谁不是一目了然吗？哪位？是我。学妹叫我来，应该不止下棋那么简单吧？扮演一个贴心未婚夫很累吧？怎么说？不到15分钟的时间，学长看了5次手机，是怕家里那位突然查岗吧？齐小姐是想帮我解忧消愁。这一副残局困扰我许久，一直无法破解，直到遇见学长你。是吗？我想帮你登上星耀最高的位置，到那个时候，你就不会被赘婿的身份所限制。我这个人从来不相信无缘无故的善意，一切都标好了价格。我要星耀15%的股份。你野心倒是不小。既然你看得出来，我是个有野心的女人，那你也只能选择我。我凭什么相信你？凭我会除掉祁东，当做开胃菜
送给你。提醒一下学妹，眼瞎并没有成为祁东的阻碍，不要小看他。我已经有了计划，你只需拭目以待。东哥，这齐格格眼光也太差了，竟然选了高珊珊。过早暴露底牌的人，注定只能是输家。齐格格必须是我的人。东哥，那不是昨天那个胖子吗？跟上看看。嗯，你们要做什么？用一杯可乐就判人死刑的感觉，一定很爽吧？啊？爽不爽啊？爽不爽啊？我也想感受感受。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姑娘，算什么事儿？滚开！这和你没关系。一个瞎子还想英雄救美，今天我就废了你！你自己闪开点。小心！跟我走！人呢？人呢？我来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吧。你一直在跟踪我。齐小姐就是这么感谢自己救命恩人的吗？巧了，看来齐总和高珊珊想的一样。我和她不一样。哦，我想要的就一定会得到，得不到的就把它毁掉。谢谢。高珊珊开出的条件很好，给我一个拒绝她的理由。待我掌管星耀之后，我可以给你星耀的刚果。齐总打算给我多少？让我猜一猜啊，高珊珊是不是答应你，助她掌权星耀之后，给你10%的股份？再多一点点。我可以给你 double。30%。齐总是打算让我成为星耀的女主人？你知道，要想成为星耀的女主人，
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呀？我这个人并不喜欢女人太主动，但是你的魄力，我很欣赏。所以，齐总承诺的还作数吗？明天一早跟我回宁海。那就预祝合作愉快。干得不错，谢了，破姐。拜拜。嘿嘿。怎么样了，小破？悠悠姐，事情都办好了，你那边呢？放心，鱼已咬钩。高端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祁东做梦都想不到自己才是那个猎物。不过悠悠姐，你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不对祁东下手，反倒引他与你合作了？祁东虽然把自己训练的与常人无异，但我查他的病历，治疗并不理想。他是真瞎，也不会想到我能活下来。所以，与其打草惊蛇，倒不如踩着他这颗垫脚石，登堂入室。我懂了，安国轩现在是半隐退状态，很少出现在公共场合，可以利用祁东进入安家，接近安国轩。没错，不过祁东这只狐狸疑心很重，若是单刀直入，定会被他怀疑目的不纯。所以悠悠姐就利用鹬蚌相争，借由高珊珊引起祁东的注意，再设计英雄救美，请君入瓮。等我上位之后，再将他彻底铲除，那可比现在杀了他有趣多了。太狠了，我喜欢。前奏而已，游戏才刚刚开始。妈妈，我终于回来了。游泳。
站住！你是我的未婚妻，齐格格。齐总，十四，当年我抓到了你贪污的证据，你不是已经被安国轩赶出宁海了吗？怎么，现在突然又跑回来了？安董消气了，可怜我，让我回来做管家。啊，既然选择回来做狗啊，可就不要有什么其他的心思了。当狗，也要当一只合格的看门狗。那，你可得好好保护我未婚妻的安全了。毕竟啊，她也算是你的半个主人。明白。今天是您母亲的忌日，安董让我过来送花。我母亲喜欢非常多种花，唯独不喜欢洋甘菊的味道。安国轩这是送花给我母亲的，还是送花给我看的？安董的意思，14不敢揣测。齐小姐既然是齐总的未婚妻，那今晚的家宴，你一定会参加吧？当然。齐总，今天应该打黑领带。现在赶紧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自然是为你而来，因为我从不打无准备的仗。继续。我一直很好奇，堂堂星耀集团的太子爷，为何会变成一个不受重用的瞎子？一查才知道，竟然是被一个女孩给弄瞎的。而那个叫悠悠的女孩，不久之后就死了。不会是你杀的吧？看来你功课没少做。看来我猜对了。是又如何？怎么，害怕成为第二个悠悠啊？不，我比他聪明，我知道该如何选择。看来你对新身份还挺满意啊。当然满意，未婚妻这个身份，才能更好的接近安国轩，助齐总成为星耀未来的主人。今晚的家宴，希望你好好配合我，好好表现。
你怎么了？我在想，住在这个宅子里的会是什么样的人？从现在开始，会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只要你露出一丁点的破绽，他们就会像秃鹫一样，将你大卸八块，分而食之。所以，时刻牢记自己的角色，不能有半点的松懈。放心，我绝不会把今晚的家宴变成最后的晚餐。齐总，齐小姐，里面请。你来干什么？就这样欢迎你哥？我姓安，你姓齐，我俩根本不是一家人。再说，你个瞎子回来干什么？我眼瞎，你腿瘸，你不觉得我们就像天生一对的好兄妹吗？你是谁啊？齐格格，我的未婚妻。叫嫂子吧。大哥许久不回来吃饭，刚回来就带来如此劲爆的消息。我这个人吧，做事可是非常有效率的，不像你，订婚宴都不去，非要跑去个海州，到最后还扑了个空。你们在海州见过？我去海州设计展找新的设计师，好巧不巧碰到了大哥，和大嫂第一次见面。妹夫年纪轻轻，怎么记忆力不太好的样子啊？我明明记得是你亲手把名片送到格格手里的，对吧？没错，学长去海州三顾茅庐，就是为了找我。他希望我能加入星耀，只可惜我没兴趣。学长，特别巧，我和齐小姐啊，都毕业于卢米尼设计建筑学院。更巧的是，还是同门师兄妹。齐东，你什么意思啊？我能有什么意思啊？我不过是想提醒我亲爱的妹妹，管好你的未婚夫。我和珊珊的感情用不着你指手画脚。你和你妈一样，居心叵测，为了上位不择手段。静静，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许这么没礼貌。安叔叔好。我听十四说了，你们下飞机后就去祭拜了祁东的妈妈。好，行了，先吃饭吧。吃饭吧。不去。小姐说她心情不好，就不下来吃饭了。多大了还闹小孩子脾气？你说，这样吧，你给他备份饭菜，送到楼上去。是。见笑了啊，就这一个女儿宠坏了。都怪我，本来这次去海州是邀请齐小姐加入星耀做首席设计师的，结果事没办成，还让静静误会了。不过
却促成了大哥和齐小姐的良缘。对了，你们认识好像才3天吧？恨一个人啊，需要一辈子；但爱上一个人，一瞬间就够了。哥哥，你什么时候准备的？来，从认识你的那一天，从你勾起我手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这辈子注定会被你套牢。所以为了避免你从我手中溜走，我得先下手为强，亲手为你戴上戒指，把你牢牢套住。齐小姐好本事啊，短短几天就让我这个儿子铁树开花。你可是他第一次带回家的女人。不过，齐小姐，我怎么觉得好像似曾相识呢？或许是因为我们本就有缘成为一家人。说得好啊！既然是一家人，齐小姐能分享一下你怎么和我儿子在一起的？我在海州做评委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对我蓄意报复，是祁东出现救下了我。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的往后余生都属于他。好一出英雄救美！不过太巧了，莫非大哥一直在跟踪齐小姐？对啊，我对格格就是蓄谋已久，不像你求而不得。看来齐小姐的出现，让我这个儿子和女婿啊是针锋相对了。不过他俩心知肚明，最让他俩不安的还是会展中心的项目。哎，齐小姐，你说他们两个谁会拿下项目呢？安叔叔，您想问的是祁东和高珊珊谁能拿下星耀的继承权吧？这几年呢，我身体是越来越差了，在外面呢有很多星耀的传言，我呢也是想听听不同的声音，兼听则明嘛。表面上是星耀继承权的争夺，实则是这些年星耀的经营困境，销售断崖式下降，星耀急需一场变革，刮骨疗毒。所以谁能带领星耀杀出重围，绝地反击？谁可不就是星耀未来的掌舵人吗？好一个杀出重围，绝地反击啊！齐小姐，果然是秀外慧中，怪不得他们两个都想把你纳入麾下。齐小姐，我的部门随时欢迎你的加入。你还真的是百折不挠啊！你们两个呀，不是冤家不聚头，不如把针锋相对这个劲儿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多久没陪我下棋了？珊珊，下棋，吃饭。
今早在墓地，你已经知道我是谁了吧？没错。你之所以没有揭发我的身份，是因为你想往下看，看我有没有本事走下去。现在看来，我眼光还不错。费尽千辛万苦回到安家，为了复仇吧？因为你恨，你痛恨祁东揭发你贪污项目款，更痛恨你忠心耿耿10年的主子安国轩让你像条丧家之犬一样被赶出了宁海。你别自作聪明，我随时都可以揭发你的身份。3天前，你和一个富家女相爱，你想带她私奔，可是安国轩将你赶出了宁海，棒打鸳鸯。你再回来的时候，那个女孩就死了。想不到你还是个情种。你想怎么样？既然我们都有秘密，目标又一致，不如你我2人联手。合作的事我会考虑的，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祁东虽然眼瞎了，但他心没瞎。你一直潜伏在他身边，不怕有一天他发现你的真实身份吗？有人，启动。刚才去哪了？你是在担心我吗？不过，我发现这房子好像有鬼。你害怕鬼啊？有时候，人比鬼可怕多了。那你怕我吗？你好像很享受人鬼共舞啊。尤其是和你。这次见祁总，他的行动越来越敏锐了，真不知道在背后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我这个儿子的确不简单呐。还有，查一下这个祁格格。是。我说了不吃，都给我拿走！不吃就不吃，瘦了过2天穿婚纱更漂亮。不要穿婚纱，我不要结婚！你跟那个祁哥哥都给我滚！珊珊，
齐格格这种女人，不过就是一颗用过就废的棋子，而你跟她不一样。哪里不一样？我的世界只有你。当当，怎么样？是不是和悠悠姐在法国住的公寓一模一样？绝对不会让阮姨发现你偷偷回宁海了。来，悠悠姐，坐。其实，干妈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我真的不能再让她为我操心了。唉，你一张嘴，我可是跑断了腿。哎呦，从小你就跟在我屁股后面，我为你打架出头，挨了多少骂啊！哎呀，打住打住，悠悠姐，我错了，以后再也不抱怨了。对了，悠悠姐，今天家宴怎么样？有没有大杀四方？祁东在安国轩面前向我求婚了。东哥，你求婚是认真的吗？我就觉得你对悠悠不一般。祁东这个疯子居然想出这招，不过我对我这个未婚夫倒是有点兴趣了。我这5年的努力总算是没有白费，今晚我正式进入了安家。那咱们下一步的计划是联手高珊珊把祁东踢出局。安小姐，我们已经等您很久了。店里新到了几款由顶级设计师设计的婚纱，您过目。珊珊，你帮我挑一件吧。好，请。这款怎么样？这款也太素了吧，我还是喜欢有设计一点的，不灵不灵的。我记得你们店有一款设计师手工款。您眼光可太好了，那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那我带您过去。好，等我一下。这边。学长，我选的这件婚纱怎么样？学妹的品味果然跟我很像，只是想不到学妹这么快就拿下祁东，成为我的大嫂了。我说过，她只是我送给你的开胃菜。学妹准备怎么送上这一道开胃菜呢？我会加入星空，亲自操刀会展中心，假意帮他拿下项目，关键时刻釜底抽薪，届时学长便能坐享其成了。说的我都迫不及待了。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你说我怎么能不着急呢？静静，好，我马上来。
大哥，你怎么来了？自然是给齐格格选婚纱来了。怎么，只允许你结婚，不允许我订婚啊？没有，是你走错了，这里是更衣区。哦，是吗？完了，齐格格具体3围尺寸我给忘记了，要不给她打个电话吧？打给……啊，算了，我自己都忘记了。今天我让她交给我会展中心的设计初稿，估计她在忙，下次让她一起陪我来逛逛就得了。你慢慢挑吧。对了，记住，千万别瞎挑。我妹妹那个脾气啊，发起火来，后果很严重。大哥慢走。齐总好。看见齐格格了吗？没注意啊。正式入职的第1天，还适应吗？慑于齐总的淫威，同事们都对我很友好。那我希望你不要因此恃宠而骄。方案呢？这个方案，屋顶以鞋类构架覆盖，玻璃打造的透明空间，横跨了整栋建筑，模糊了室内与室外的界限。届时搭配上独特的灯光设计，完美契合了会展中心主打慵懒神秘的半透明风格。不知道齐总可还满意？你应该去问招标会主席符总，他是否会满意。设计方案的好坏，他并不在意。对付符总，还需对症下药。没想到，齐小姐还是个老中医。老中医可算不上，但是治你绝对是足够了。说吧，你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宁海市非职业击剑大赛，齐总应该听说过吧？你是想参加这个比赛？没错，符总就是赞助商之一，他可是个骨灰级击剑粉，这些年也赞助了不少业余剑手出赛，但最好的成绩仅仅止步于16强，他符16郎的名号也是因此而来。我在想，倘若有人能帮他一雪前耻，会展中心项目即便不是10拿9稳，也能站个近水楼台吧。看来齐小姐对于自己的击剑水平很有信心啊。击剑是讲究速度、准度和爆发力的运动。我通过听声辨位来跟你比一场，想赢就拿出你全部的实力来。
你没事吧？我看你不是瞎了，是眼睛长其他地方了。有些事情不用看，要用心。我去，这大哥也太狠了吧！他就是个疯子，他已经有所收敛了。我觉得他就是借机报复，该不会是上次在婚纱店，他其实已经发现你和高珊珊密会了吧？照你这么说，那就和我怀疑的一样，他一直在跟我演戏，他装瞎。小友，你应该猜到了吧？不管在你眼里我现在是怎样的恶人，你终究会明白我的。最近确实有进步，但是远远不够。如果你连我这样一个瞎子都打不赢的话，怎么拿下福总？更别说成为星耀的主人。咱们的合作也就这么结束吧。东哥，你明知道齐格格就是游游，他还暗中勾搭高珊珊，你不拆穿他，你还把他留在身边干嘛呀？拆穿？现在还不到时候。你我二人联手，东哥，游游还搭着14呢，这事儿我自有安排。悠悠姐，你看这个，14出车祸意外身亡，石沉大海。他和5年前一样，心狠手辣，但我已经不是5年前的悠悠了。来啊！
这个女人能在5年前那么极端的环境中活下来，卧薪尝胆酝酿复仇，她可不是一般的女人。眼下我们只要拿下会展中心，就可以将高珊珊这颗眼中钉给彻底拔掉。我绝不会把悠悠让给任何人。你还有5分钟的时间。5分钟做什么？化妆洗漱，迎接我准备给你的大餐。怎么不吃啊？不合胃口吗？瞎子做饭也能吃。不过我还是很好奇，你大费周章做这一桌子菜，究竟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奖励你啊！奖励我？奖励你通过了考核，有资格去参加女子佩剑组的比赛了。那麻烦你再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带我来你家？听你这意思是，你希望昨天晚上去的是你家？首先，作为我的未婚妻一直不来我家住，不妥当吧？其次，带你来就是来带你特训的。特训？就在这儿啊？昨天你因为压力大，还有贫血而晕倒，你需要补铁，
否则以你现在的体能，根本撑不过3回。那就不好意思了，我可不是肉食动物。人类啊，自从石器时代开始，就是超级的肉食动物。人一旦饿到了极点，不但会找肉吃，甚至还会吃人。而你如果想要战胜你的对手，最好的方式就是吃掉他的肉体，将它融于你的血肉，让他的力量填满你。快吃吧，这是你的必修课之一，改善体质。14的笔，你把它怎么了？怎么？你该不会以为我把14给杀了，还把他分尸，然后把他给煮了吧？你杀的，警察现在就来抓你。开门看看，是不是你嘴里所说的警察？嗨，我们是齐总请来的造型团队。这就是你的特训必修课之2，改变造型。开始吧。是。齐先生，造型已经做完了。我觉得很好，比赛当天就这么穿。说的好像你能看到一样。用心感受的。什么意思？送给你了，如果你高兴的话，也可以送给警察做礼物。昨天最后那招，勤加练习。哇，悠悠姐，你怎么突然换造型了？还不是拜祁东所赐。14的死，安国轩那边有什么反应？哦，也就是在星耀官网上发了一则讣告，再给14家属一笔抚恤金。这个世上哪有那么多巧合？这件事情不是意外。悠悠姐，你先坐。这件事情只有3种可能，名侦探小破是时候上线了。第一种自然是祁东干的，第2种应该是安国轩发现14回来的目的不纯，先下手为强，以绝后患。至于这第3种嘛，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了。既然尸体一直没有找到，或许第3种情况是14假死。
但我觉得最大的可能还是祁东听到了你和14的对话，知道了你们要合作，他就弄死了14。悠悠姐，接下来可能就要对付你了。祁东不敢对我轻举妄动，毕竟我这个未婚妻一旦有问题，他更别想从安国轩手里拿到星药了。如果他是装瞎，还知道了你的身份，不会是想把你一直留在身边，慢慢折磨你吧？不管他真瞎假瞎，我既然上了赌桌，就绝不会下去。东哥，副总，来了。副总，您对今年俱乐部比赛的预期是什么？您今年能洗脱浮世六郎的称号吗？您的俱乐部已经连续垫底几年了，为何今年还要迎战？击剑不仅是论剑，也是论道，更是论心。看似是人与人之间的对决，其实呢是跟自己的挑战。我的队员看上去是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其实他们面对的是自己的心魔。我呢会一直支持他们，陪伴他们，战胜自己。据说今年剑锋之道有人事调整，增加了新的队员，对此您怎么看呢？比赛嘛，其实靠的是平时的刻苦训练，还有日积月累的钻研。如果某些人想走捷径的话，都看你的。我劝他还是别白费心思，免得刀剑无眼。好，谢谢啊！谢谢您。好，谢谢副总，谢谢副总。副总，您千万别多想了，我和副总一样，只是非常单纯的喜欢击剑的感觉。喜欢哪一点？步步紧逼的感觉。就凭他？开始了，终于。这边还坐着个棍是吧？看这几天坐着。悠悠来了。赢了！行啊，东哥，短短1个月就把悠悠调教成击剑行家了。他本来基础就好，你且看着吧。有点意思。悠悠这局赢得漂亮。他们那阵太漂亮了，真的没想到啊！哎，不，啊！那今天来迟了，哇，太厉害了！就看这局了。这回终于是6强了。不过这接下来16进8，对手黄梦是去年的亚军，悠悠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这场比赛才刚刚开始。他们俩谁会赢啊？开始了。好。
悠悠完全落于下风了。云哥，果然跟真正高手比，悠悠还是不行。看来是时候使出他的杀手锏。这招的关键是旋转、上步、刺。有机会，峰哥！这最后还是输了，功亏一篑啊！不，赢了。请问是齐小姐吗？我是。恭喜啊！谢谢。福总让我给您带个话，剑锋之道的大门会一直为您敞开，永久免费。嗯。高总，正如您所料，福总和安董有过节，两个人近些年从不出席同一场合，但具体原因不明。好一招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高总的意思是，正因为安国轩和福总是死对头，即便帮福总拿下了击剑冠军，也无济于事，所以祁东醉翁之意不在酒。击剑比赛是假，投其所好才是真。那既然祁东已经投其所好，祁格格又为高总所用，高总只需要坐享其成就好了，干嘛这大早上的过来堵福总啊？对手不上台，祁格格的戏怎么演下去？哦，高总的意思是说，做给祁东看。让你安排的人准备好了。哎，高总放心。哎，那位福总啊，福总，这么巧，小高总怎么在这儿啊？这不是向您这样的榜样前辈学习吗？有事求我吧？就是想陪您跑跑步而已。陪我啊？跟上我再说。这卢米尼的长跑冠军，还跑不过一个年近半百的老头。学长可真会隐藏实力。不隐藏实力，怎么凸显学妹的呢？那这么说，我还得好好谢谢你。你是得谢谢，毕竟你陪福总晨跑击剑1个星期了，一点成效都没有。我来帮你加加码。哎，哥哥。谢福总。小高总啊，体力不行啊，看人家格格，小姑娘跑10公里比我快10分钟。哪儿的话，我怎么能跟福总年轻的时候比呢？我可是听说您以前全马跑经过3小时。
好汉不提当年勇，老了。副总小心！没事吧？哥哥，慢点，没事吧？哥哥慢点，来起来，慢一点，慢点。啊！怎么了？我胳膊好像脱臼了。我带你去医院啊！啊！你使不上力吧？哎，好了。好什么好？伤筋动骨100天，好好静养。等着啊，我再给你装副药。哦。这就是你的特训必修课之2，改变造型。贺伯，这个女孩是谁啊？哦，福总的女儿文文。女儿，启东这个狐狸。都说当爹的疼闺女，但是像福总这样疼女儿的，我还是头一次见。文文喜欢击剑呢，他就建了个俱乐部；文文想比赛，他就赞助。哎，说来也巧啊，文文第一次到我医馆来啊，也是像你一样。胳膊脱臼，那丫头可比你坚强多了。我怎么没听她提起过呀？3年前，文文自杀了。自杀？那她为什么会自杀呀？听说是因为失恋，一时想不开。唉，可惜了。那，这中药。早晚各1副，连服7天，外加红花油和艾草外敷。谢谢贺伯，那我先走了。哎，等等，这土特产啊，给副总拿上车。哦，好。那好了。哎呀，还挺沉的。怎么这么沉啊？这老贺真是老糊涂了，让你一受伤的姑娘拎这么重东西。没关系。东哥，跟上。活动自如了，活动自如了。老贺这手真没话说啊。福总，对不起啊，我承认，我之前是为了会展中心的项目才参加击剑大赛的。我之前真的不知道你女儿的事，也不知道她喜欢击剑。我发誓，我从来没有想过利用这点来接近你。身居高位，来者必定有所求，很正常。没必要道歉，初心是假，但行动是真，这点我得谢谢你。我是年纪越大呀，越是把自己自我麻痹了。幸亏这些天你也天天陪我击剑、跑步，我还真以为文文回来了。哦，对了，你有没有想过离开启东，来我这儿？好，3天后去宁月码头找我聊合作细节。啊？你呢，完成了我一个心愿，我肯定要回赠你。谢副总，不过为什么要去码头呢？文文走的那年，她生日，我答应她，要带她出海钓鱼。你呢，就当完成我最后一个未了的心愿吧。
喏，谢副总。好好休息啊。副总早回吧。嗯。这段时间，你除了陪符号击剑、跑步、爬山之外，别的什么都没干。输了比赛，赢得符号的青睐，循序渐进铺垫关系，这不本就是你的计划吗？怎么有股中药味？你属狗的吧？我陪符号跑步，把胳膊弄伤了，他带我去了趟中医馆。哪只手受的伤啊？我来验一下。伸手。大夫说了，红花油，指腹不柔。你什么时候这么听话了？遵循医嘱是常识。既然如此，以后你就不要自作聪明，擅作主张。毕竟背着我搞小动作的代价，你承受不起。好自为之。你觉得游游说实话了？你觉得呢？我觉得吧，他嘴里他就没实话。这女人是见人说人话，见鬼都不怕。别忘了，她私下还跟高珊珊联系着呢。你觉得她说没说实话重要吗？也对，反正东哥你都留了后手了。14找到了吗？我正在加派人手，他肯定没离开宁海。尽快找到他。这小子肯定有事还瞒着没说。还有，徐鹏搬上车的东西不对劲，盯紧那家中医馆。好。你之前说的接私活，就是在这当网管啊？悠悠姐，这家网吧可是宁海服务器配置最高、网速最快的，做网管只是个幌子。方便打游戏吧？没错。呸，才不是呢！网游我都已经戒了，号都送给那个小胖子了。这段时间我全心全意只为悠悠姐一个人服务。悠悠姐，你终于获得了副总的信任，下一步真打算背着祁东跟副总聊合作？我的选择一直是高珊珊，可我有种不好的预感，高珊珊并不值得信任。在这个世上，除了你和干妈，我谁都不信。那你真的做好万全的准备了吗？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只能赌一把了。但我赌的不是高珊珊的人品，而是人性。我指望的也不是她的善心，而是野心。等我拿下会展中心项目，助她扳倒祁东，再去和她谈判。咋了？
钓不上鱼，坐不住了。福总说笑了，我是钓不到，您是不想钓。我看您这鱼饵都要被鱼给吃光了，也不见你起竿，人家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动物保护协会的，在这喂鱼呢。这鱼饵啊，多放点，这小鱼才能吃饱。这小鱼吃饱了，这吃小鱼的大鱼才能上钩啊。不钓了，先吃饭吧。好。谢福总。Cheers。吃吧。真不好意思啊，福总，我呢打小就不爱吃鱼，尤其是海鱼，我海鱼过敏。哇，其实文文啊，也不喜欢吃鱼，甚至啊，都不喜欢击剑。啊？因为我喜欢，所以呢，我从小就让他练，天赋异禀啊。哎，你还记得你对付黄梦的时候用的那一招？被击中的对手会感到一种令人恐惧的眩晕感，不知道你感觉到没有？趁你啊这个意识还在的时候，我把这个故事给你讲完整。文文其实是我在孤儿院领养的，我非常喜欢她，她就是上天给我的天使，纯洁无瑕，我非常珍惜。从小到大，我都给她最好的，她要什么我给什么，只有一个条件，她不许离开我。可是，她为了一个男人背叛我，要跟他私奔。你知道吗？就是这个14，他还是安国轩的手下，他只是一个小混混。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痛恨安国轩吗？那是因为他明明知道我女儿是因为那个小混混而自杀的，他还安排做他的管家，这是对我最大的藐视。看。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和祁东的把戏？我明明没有吃鱼，我也没有喝酒，难道？对，你把酒吐了有什么用？你要放在这儿。卑鄙！祁东真的是很聪明啊，他选你做文文的替代品，非常的合适。但你知道为什么明明我知道这是一个坑，还往下跳吗？那是因为你可以弥补我最后的遗憾。这都是我的人，你跑不掉的。站住！站住！别跑！
悠悠，不难过，爸爸会魔法，可以让它完好如初。真的？嗯。妈妈快看，爸爸帮我修好了，是不是和新的一样？看来爸爸的手艺还差点火候。你看这个裂缝还这么明显，就因为有这条裂缝，它才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八音盒，它是独属于我的。我记得这个八音盒是送给你作为陪葬的，没想到5年之后你没死，它也还在。这是你修好的吧？不过有些东西啊，破裂了就是破裂了，即便修好，也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明明复明了还要装瞎，所以到底是谁在自欺欺人？不装瞎，怎么能够欣赏到你精彩的表演呢？游游。明知道我的身份，还让我登堂入室；明知道我和高珊珊联手，还顺水推舟。我怎么觉得，在表演的人好像是你呢？那你觉得，我知道这一切之后，为什么要救你呢？很简单，如果我死在那儿，警方调查起来，你也脱不了干系，这是第一个原因。继续。第二个，或许对你而言，我还有利用价值。我总有一种感觉，你的目标远远不是拿下星耀继承人这么简单。所以，我的能力让你觉得暴露给安国轩有些可惜，你舍不得让我死。你作为安国轩的私生子，本就对他心有怨言，你更没有想到，他竟然这么狠。你明明是为他挡毒而下，他却弃你如敝履，转而就扶持高珊珊了。我猜，你想要的不仅仅是星耀，还有让安国轩体会失去一切的绝望。猜的是不错，只可惜啊，你的破绽太多了。像安国轩那样的老狐狸，只需要轻轻嗅一下味道，就能摸清你的底细。小时候，我以为东西破碎了就可以修补，长大后我才明白，即便修好了，裂缝也不会消失。所以，现在的我，有破绽，毁了便是。这样，破绽就永远都不存在了。你猜的没有错，你对我的确还有用，只不过你也只能为我所用。只要你能全心全意地做我的棋子，我保证，
我能让你得偿所愿。悠悠姐，你看这报道上提到的中医馆土特产，祁东应该是利用你得到的信息，顺藤摸瓜查到了福总贪污受贿的证据，立即把福总送进监狱的吧？不过，既然祁东想利用贪污受贿扳倒福总，那为什么还要策划献祭事件啊？先后顺序错了，祁东的首选应该是利用我从符号手中拿下项目，至于把符号拉下马，应该是备选方案。哎呦，这些人怎么都人均800个心眼子，把我都搞糊涂了。看来我空有一颗做柯南的心，却长了一个小五郎的脑袋。没那么复杂，祁东一早就查明了符号和文文的关系，所以他把我打造成第二个文文，想要一举拿下福总。不过后来他发现我和高珊珊暗中合作，就改变了策略，直接把符号给拉下马，这样他就和高珊珊回到同一起跑线了。悠悠姐这么一分析，全都通了。不过有一点我一直都想不通，那天在滨海餐厅，我看到了符号的司机徐鹏在偷录视频。我在想，如果祁东一早就买通了徐鹏，录视频来威胁符号，那他本就有机会直接拿下会展中心的项目，赢下高珊珊，又何必在占尽了优势的情况下把符号送进监狱呢？这个祁东还真是让人琢磨不透。之前也是，明知道悠悠姐的真实身份，还故意装瞎演这么久。祁东这个人的确比我们想象的更难对付，但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徐鹏躲起来了，我要你赶在祁东前面找到他，只要逼问出真相，让他交出祁东策划献祭事件的证据，就能借此制衡祁东，甚至将他送进监狱。找人这事我擅长，保证完成任务。哎，还有件东西，帮我快递给高珊珊。高总，福总进去了。符号的新闻都铺天盖地啊，还需要你再来告诉我一遍吗？肯定是祁东搞的鬼。高总苦心经营那么久，还是被祁东那家伙给搅黄了。哦，对了，祁小姐的快递过来了。祁小姐系个墨镜过来干嘛呀？你说一个瞎子是怎么单枪匹马来到海滨餐厅，以一敌十，再跳海救人的？祁小姐是暗示祁东没瞎，上钩了。看来我得亲手做一顿全鱼宴，恭喜大哥复明了。安董，这个祁格格身份看上去没什么问题，但是留学之前的经历都是空白的。你怎么看？只要存在的，就不可能会被抹掉痕迹，除非……说下去。有些人想故意抹掉过往的痕迹。有些事情吧，想抹是抹不掉的。哎呀，今天有口福啊！珊珊亲自下厨，让我尝尝。还真得到你爸真传了啊！说着吧，费那么大心思做了一桌子菜，
有什么好事要宣布？其实今天做了这一桌家宴，是为了庆祝齐小姐劫后余生。说来听听。福总这个衣冠禽兽，看起来是提携后辈，实则是觊觎齐小姐的美貌，所以带她去海滨餐厅。幸好大哥单枪匹马救了齐小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大哥真厉害，眼睛看不见了还能做这么多事。我特别想知道，大哥是怎么从一众保镖中把福总抓出来的？你俩是派人潜伏在现场的吗？怎么说的，跟你们亲眼瞧见似的。你的眼睛好了。好了。什么时候好的？去海州之前。好。大哥，既然你早就复明了，回来还继续装瞎，难不成你是想时时刻刻提醒爸，你为他挡毒，好利用爸的愧疚之心，顺利成为星耀的接班人？所以这有什么问题吗？这当然有问题啊！这是欺骗。爸，我记得你说过，你最讨厌欺骗你的人，对吧？爸一向一言九鼎，所以祁东根本没有资格继承星耀。安叔叔，您在黑暗中生活过吗？您知道，被困在无尽的黑暗中，看不到明天的太阳是怎样的绝望吗？这样的生活，祁东他过了整整5年，5年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失明让他失去了继承权，他只是想让安叔叔念及他的牺牲，重新回到星耀，为集团出一份力罢了。并且符号入狱是祁东举报的。我还以为大哥有什么高招呢，原来是贿赂符号不成，恼羞成怒，去举报他了。不，贿赂符号的另有其人。祁东让我接近他，也是为了探查线索和证据。因为祁东明白，符号恨星耀入骨，只要他在位一天，无论是星空还是星耀，都无法拿下会展中心项目。不只是会展中心，还有茂港3期、金屿湾，只要是他手里的项目，一个都不会给星耀的。我从来不会原谅欺骗我的人，但是今天我原谅你，因为你做的这个事情我很满意。爸，你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你解决不了符号？安叔，是我的问题。我要的不是承认无能的态度，而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未来带领星耀更上一层楼的接班人，遇到符号这样的绊脚石，必须清楚。安叔叔，您刚才的一番话让我觉得，您更不应该责备祁东，而是应该嘉奖他。祁东功过相抵，倒是应该奖赏你呀，祁东，你找了一个很好的贤内助。打开看看。这个图纸是10几年前的，
但设计理念十分的超前。齐兰，不愧是当年建筑界的第一女设计师。这个水准放在现在也是顶尖的水平。没错，如果不是当年的那场意外，齐兰现在应该早已拿遍国内外的建筑设计奖了。哦，你知道的？当然，我做会展中心的时候，把星耀过往的项目资料都翻看了一遍，包括宁海广场，设计得非常好。这个图纸我一直收藏着，今天把它送给你，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和齐兰当年一样的锐气。光有锐气有什么用？建筑终究不是纸上谈兵，再好的设计不能呈现出来，终归不过废纸一张。不，这张图纸将会成为宁海市的地标性建筑。我打算重新启动宁海广场项目，你们两个谁拿下会展中心，谁就作为继承人，负责宁海项目的重建。妈妈，我作业都做完了。小滑头，你是想让妈妈陪你出去玩吧？爸爸说宁海广场是妈妈的心血，妈妈放心，我不会打扰你的。这个确实是妈妈的心血，但你才是妈妈的心肝宝贝。你来做什么？刚才的表现很好。安国轩用手稿来试探我，说明他已经怀疑我的身份了。之后的行动要更加小心。不只是安国轩，高珊珊今天大摆鸿门宴，应该是提前知道我复明了。你说她是怎么知道的呢？有时候最了解你的不一定是队友，还有可能是你的对手。你呢？是敌是友？我是你的一把刀。都说利器在手，不可假人。你确实是把好刀，要好好的掌握在手心之中。只不过，你的刀尖究竟像谁啊？怎么？你怕了？我提醒你，不要让自己的苦心经营付之东流，否则我不介意现在就去告诉安国轩你的真实身份。你舍不得。从明天开始，搬到我的别墅来，一刻也别离开我的视线。不错，这次只用了30分钟。比不上学长，跑完全程
连汗都不用出。你找我来，不会是为了兴师问罪吧？你以为我不知道？光凭庄虾这个污点，根本就扳不倒祁东。我不过就是想给祁东一个下马威而已。不过仔细一想，确实不如学妹顺水推舟，送给他一个人情来的实在。不让他感受到学妹的救火能力，又怎么让他把你留在身边，引火烧身呢？果然还是学长更深藏不露。如果连这点默契和洞察力都没有，岂不辜负学妹一番好心？更何况这场家业，让战局更加明朗。安国轩终于把继承人之争搬到台面上来了。言归正传，现如今符号倒台，会展中心项目的新负责人黄忠，我调查过，这个人刚正不阿，公事公办，所以想要拿下项目，就必须得在招标会上拿出点干货来。我打算的是先稳住祁东，在近水楼台拿到星空的投标报价，届时我的人会联系你，你再根据祁东的报价方案出招。学长觉得这个计划满意吗？我现在可以回答学妹之前的问题了。我是坐车来的，自然不会出汗。我这个人天生喜欢走捷径，有学妹的帮助，何乐而不为呢？游游又跑去见高珊珊了，那昨天晚上他慷慨激昂一顿输出，在那演戏呢呗。东哥，我不明白啊，你说你为了游游下了那么多功夫，不就是想把他拉拢过来，一致对外吗？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事实真相呢？这人呢，只会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东哥的意思是，让游游自己找到真相。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会明白，我才是他最好的选择，他也才会全心全意地跟我合作。小哥哥，我的八音盒不见了，你能帮我找找吗？说不清的话，看不清的事，你把它搞坏了，你得赔我。对不起。爱意都喧闹，幸福都你会弹钢琴？这样吧，你教会我弹这首曲子，我就原谅你了。时间冷却，好像在附和，或许你我都放不开拥抱，都想为爱停留。多荒唐，太多难料，悄然的动心毫无解药。谁的付出甘愿忘掉，落的泪无处可逃。多不安，再多不甘，谁最后选择把手松掉，却又想把这份爱抓牢。齐小姐，行李这种事儿我来就行了。你做什么？齐小姐，您见谅啊。东哥有要求，说在会展中心前的这半个月，不允许齐小姐使用任何电子产品。齐小姐，手机
你放心，东哥吩咐过了，不允许任何人随便翻看齐小姐的私人物品。我住哪儿？齐小姐，您住的是2楼的套房，已经收拾好了。这位呢是梅姐，另外，东哥在等你。既然这么喜欢黑暗，又何必花那功夫去治眼睛？那样的话，岂不是就看不到你现在的表情了？多可惜啊！行了，说正事，你凭什么让不凡没收我的东西？可能是因为我长时间生存于黑暗，所以我特别理解人为什么会有阴暗面。这种阴暗就像黑洞一样，会迫使人的欲望无限趋近。所以为了避免被阴暗吞噬，我只好未雨绸缪。毕竟你前科累累。这么信不过我，又何必和我合作呢？信任啊，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既然我让你留在我的身边，这就说明我有信心，能让你心甘情愿地为我所用。友情提示一下，竞标只剩下半个月了。手机没收我可以理解，但电脑没了，你让我怎么干活？目前你什么都不需要干，只需要老老实实的做我的未婚妻就行。那设计方案和标书谁来做？当然是我。行啊，你这么能干，你就一个人都干了呗，我也乐得自在，就当在豪宅度假了。吃穿用度，你有什么需要，就找不凡和梅姐，他们会满足你。放心，我没打算给你省钱。您继续。
我帮你捏捏肩吧。小破，小破，悠悠姐在呢。情况如何？还有3天就要竞标了。晚饭的时候，我探了祁东的口风，标书应该是快做完了。稍等，我看看啊。出来了，标书出来了。梅姐早早睡觉了，不凡这会儿在梦里打游戏呢，不足为惧。那你一定要看清楚密码。祁东这家伙有强迫症，晚上12点必须要洗澡。还有半个小时，我一会儿就下手。嗯。神经病，洗澡都不开灯。小破，密码0721。我说数据你来记。来不及了，悠悠姐。浴室的灯开了。这家伙今天怎么洗这么快？没关系，他也得吹头。按照之前的规律，他吹头发只要2分钟。标书里有几百个数据，来得及吗，悠悠姐？没问题，我只要记关键几10个数据就行了。悠悠姐，他从浴室出来了，赶紧躲起来！知道了，别影响我记数据。悠悠姐，悠悠姐，赶紧躲起来！喂，喂，悠悠姐，悠悠姐。Surprise！ 你在我的书房里做什么？作为你的未婚妻，星耀未来的女主人，难道我就不能关心一下你的工作进度？标书已经完成了，你大可以放心。现在，出去。该死，还差一点。看你这样子，稳操胜券了吧？那就恭喜你了。夜以继日12天，
终于把标书给做完了。是吗？既然是恭喜，礼物呢？我就是啊。我这个礼物，齐总可还满意？不好意思，我是肉食动物，你太素了，早点睡吧。行吧，慰问结束。忘了告诉你，荤腥吃多了容易消化不良。晚安。小破，幸好悠悠姐早有备手，明天我就通知高珊珊去祁东家门口接应。只要悠悠姐想办法出门，就能把报价单送出去。东哥，我已经把摄像头信号全都给屏蔽了。嗯，那个，有屁快放吧。东哥，我怎么感觉你在这个猫鼠游戏里乐在其中呢？你是不是斗油油斗上瘾了呀？陪我喝点儿。啊，好，行。拿瓶儿。啊？干了。啊！我，哎呀，东哥，东哥，你不是一直想这个顺水推舟，让瑶瑶故意把这个报价单传出去给高珊珊吗？你要不是斗瑶瑶的话，你一方面你又让我时刻监视她，你一方面你又让我除掉这些监控，你这不自相矛盾吗？瑶瑶聪明，高珊珊多疑。这消息啊，越难传出去，它就越真。我不是说过了吗？在竞标会结束之前，不准你踏出这个房子半步。在家待太久了，我现在要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你真是想出去透透气，还是说你想借这个机会出去见见别人啊？你这控制欲也太强了吧？那我出去，总不至于半个人影都见不到吧？别说是人影，鬼影你也别想见着。从现在开始，我会让不凡24小时紧紧看着你的。行。后天就是招标会了，我必须要想办法把报价单给送出去。只要受了伤，就能出门了。启东，你没事吧？启东，梅姐，梅姐，哎，梅姐来了，帮忙！是怎么回事啊？我这刚走开2分钟，去医院。啊，我去备车啊。启东，我们去医院，走。高总，目标出现了，不过祁东好像受伤了，去医院。怎么样了，医生？他这个是轻2度烫伤，还好处理的及时啊，没什么大碍。后期呢，注意清洁卫生，避免感染啦。这个创面可以抹点烧伤膏，能促进愈合。再有就是营养要跟得上啊，辣的不能吃啊。一般情况下，2周左右就可以结痂愈合了。啊，谢谢医生。没事儿。你为什么要保护我？我说过，你是一把好刀，我是不会让一把好刀变钝的。那，你用我这把刀的代价有点大。你知道。东哥，东哥，东哥，你没事吧？我听梅姐说你被烫伤了，我这火急火燎从公司赶过来。你要植皮的话，就植我的。植皮只能植自己的皮。再说了，我伤的没有那么严重。啊，那就行。不对啊，不是梅姐做饭吗？怎么你被烫伤了呀？还没有缴费开药呢，去吧。东哥，怎么回事啊？您好，护诊。是我这个，你看哪里没有开通？就这里是吗？这里盖个章就可以。这一出苦肉计，着实让人感到意外。还是学妹厉害，竟将祁东送进了医院。的确很让人意外。祁东皮糙肉厚的，被烫伤倒是没什么大不了。倒是学妹没有受伤吧？我先问一下，这样就行。
我没事，不用担心。那就好。那报价单？你们不能推走我妈妈，不能推走我妈妈！你看看我呀，妈妈，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好吗？妈妈，你别离开我，我是悠悠。没事，赶紧听手术室。学妹这是怎么了？还有这么多愁善感的一面？学妹倒是让我愈发感兴趣了。比不上学长，两副面孔，自由切换。这才是我认识的齐格格。这齐格格还真有点本事啊！看来会展中心项目也是高总的囊中之物了。通知所有人，回公司加班修改竞标方案。这悠悠对自己太狠了，为了传递情报不惜自残。幸亏东哥你护住他了，要不然他肯定中毒烫伤啊！他为了复仇，连命都可以不要，烫伤算得了什么？那东哥你干嘛管他呀？你让他烫伤不就完了？如果他中毒烫伤了，谁去给高珊珊传递情报？你去啊？不是，那你这牺牲也太大了。如果我们两个人之中必须有一个人做出牺牲，我宁愿那个人是我。东哥，你不会喜欢上悠悠了吧？我这是为了不让事态发展变得严重，你懂什么你？恢复的这么快啊！我才刚走一会儿，你已经可以打人了。所以，我已经可以出院了。哎，不是，东哥，你不多住2天啊？想住你自己住吧。哎，这个要怎么弄啊？我看一下。这儿。哦，对对对，就这个数据。这份价格明显高了。哦，还有这个可行性更高一些。我再看一下。这个还是我们两个先这样。那我们现在算一下。你看这个地方。好。高总，高总，静静，你怎么来了？先散会，散会。你不是说当齐哥哥是棋子吗？怎么跟祁东争上瘾了？他的位置要争，他的女人也要抢。走走走，快！走走走走走，走，过来。3年前，你说要养一只加菲，我去宠物店给你选猫，被你误会我和女店员的关系，最后那只猫被你丢了。谢丽，你的康复医生，我和他见面讨论你的康复状况，被你误会，你大闹康复科医院，这个医生也被停职了。娜娜，你曾经最好的闺蜜。我和她约见在咖啡馆，
准备给你一个求婚的惊喜，结果被偷拍，你和你的闺蜜彻底决裂，求婚惊喜也被搞砸了。别说了，你别说了。晶晶，这些都不是你的错，你是被这张轮椅困住了，才会想东想西，忐忑不安的，对不对？珊珊，珊珊，别生气了，珊珊，要不然我回去之后把保镖都开了。我不拍了，好不好？晶晶，你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好。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讨好你。我很害怕有一天你会离开我。那七格格呢？就像照片上其他女人一样，都只是我讨好你的工具。对不起，珊珊，我错了。对，你的确错了。你不知道这些年我为了你，为了我们能更好的在一起，付出了多少努力和牺牲。你只会在家胡思乱想，疑神疑鬼，怀疑自己的未婚夫。你有为我们的未来考虑吗？你有在这次的继承人之争做哪怕丝毫的贡献吗？你知道这次如果输给了祁东，后果会有多严重吗？其实你没有必要去找其他女人的。七哥哥能做的事情，我都可以做。我保证，我比他做的更好。你相信我好不好，珊珊？你相信我啊！我当然相信你了，但是需要行动证明我为我们的未来努力了。你也要努力，是不是？徐鹏，你跑不掉！您好，我是花之语的园艺师，负责您家的月季花驱虫。这是我的证件。怎么换人了？我记得之前是个小伙子啊。没错，他离职回老家结婚了，以后齐先生家由我来负责。请进吧。这边。月季是一种很容易生虫的花，不同的虫子需要不同的药物。你看，比如这个刺蛾就需要用敌百虫来喷洒，而介壳虫则需要扑湿灵可湿性粉剂进行喷洒。齐小姐，齐总特别喜欢月季，所以一直有请专业的园艺师打理。巧了，我也喜欢月季。去忙吧，梅姐，
这我看着就行，正好跟专业人士请教一下。啊，那麻烦齐小姐了。悠悠姐，徐鹏找到了，这个家伙好赌，我黑了他境外博彩的账号，查到了 IP 地址，你猜他藏在哪儿？别卖关子，他就藏在被查封的中医馆，真是灯下黑。逃得过初一，逃不过15，像这种毒虫，早晚都是死。你的伤好些了吗？这么关心我？我是担心你下午招标会因为受伤发挥失常，责怪到我头上来。我对我的方案很有信心。怎么，想要到现场一睹为快？我可不去。稳赢的局有什么看头？看来你很喜欢险中求胜。比起毫无悬念的结果，你我都更喜欢出其不意的转折，不是吗？看来我们是越来越合拍了。帮我选条领带吧。就它吧。确实是你的风格。什么风格？花之下藏刺。那你要小心被刺伤喽。除了你，没有人伤得了我。你今天就在家等我凯旋，千万不要趁我不在的时候乱跑。你放心，今天我会亲自下厨，做一桌好菜，等你凯旋庆功。不过这一次我会小心油锅，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东哥也真是，非得让我盯着悠悠做饭干什么呀？齐小姐，这怎么又炸油锅呀？齐小姐，齐小姐，糟了！经评审小组商定，此次宁海会展中心竞标会中标的公司为星耀集团，子公司星空，恭喜！恭喜，恭喜啊！谢谢。
今天晚上怎么吃啊？不想吃外卖。那点个大餐。行，想吃怎么样？我想吃烧排。红烧排骨。不开的。来。嗨，你怎么进来的？你要做什么？当然是有仇报仇，有怨报怨了。瞧你吓的，我逗你呢。你要干嘛？我想帮你啊。帮我？我这个人向来爱憎分明，只要你交出视频，说出指使你的人，我便既往不咎。什么视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样的话，我只能叫警察了。找死！哎呀，你对我做了什么？瞧瞧你！记性真不好，这不是你前主子惯用的招数吗？我在你的毛巾里加了点料。我这个人不懂针灸，偏偏好奇心很重。你说我这一针要是扎进你太阳穴里，会不会让你想起点什么？呸！我不信你敢扎我！我说，你先把针拿开，你先拿开。说吧，谁指使你那天偷录视频的？高珊珊。祁东给了你多少钱，让你颠倒黑白？我没骗你，这一切都是他亲手策划的。高珊珊深知福总对安国轩恨之入骨，不可能轻而易举的将项目交给星耀。就凭你每天陪福总跑步，别做梦了。于是他便提出，在继承星耀之后，将10%的股权给福总，而你便是作为赠品打包在这笔交易当中。但事实上，高珊珊连这10%的股份都不想给福总，于是他便拿钱砸我，让我偷录下他将侵犯你的视频，以便作为把柄要挟福总。视频在哪儿？我按照高珊珊助理的指示，去停车场与他碰头，交出视频，换回我的尾款。喂，我到了。放心吧，视频只有 U 盘里这一份，绝对没有备份。抢了？就在你跳海的第2天，符号出事之前。臭婊子！我当初在餐厅就应该弄死你！
居然没死啊！既然你来了，我猜祁东应该也来了吧？聪明。看这情形，你应该已经拿下会展中心项目。多亏了你啊！如果不是你和高珊珊暗通款曲，苦心传递报价，我又怎么能在今天的招标大会上大获全胜呢？看来你每一步都已经算好了。如果我算好每一步的话，我就不会让你落入这个人渣手里。够了，祁东。没事，晕过去了。不必为这种人脏了手。对了，这支钢笔，你的吧？车祸当天捡到的，原本想要还给你，但你小子跟我玩消失啊，所以我只好物尽其用，借花献佛。这个是文文送你的定情信物吧？是，谢谢啊。钢笔可以给你，不过这个定位器，麻烦解释一下。这里的事情需要有人兜底，而我伪造死亡假象本身已经违背法律了。符号完了，我心愿也了了。早该戒了。其实他一直都不喜欢我抽烟。我答应他了，却一直都没戒掉。那个时候只是觉得未来的日子还很长，有些事情可以慢慢做。现在想想，高珊珊不是你对手，但你务必要小心安国轩这个人。他这个人极其的狠辣，他比任何人都要心狠手辣，而且他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可以牺牲掉任何人。放心吧。这一点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么多年确实太累了，终于能给自己放个假了。倒是你啊，如果喜欢就去争取，再多的难言之隐，再多的阻碍，那都不是问题。哎，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等你出现之后再出手吗？我就是要看到悠悠如果真的遇到危险，你的反应。你看中的可不只是他的能力，你真的在乎他。我是过来人，心里跟明镜似的。我跟你说，你们两个之间的那些弯弯绕绕，还有那些纠葛过往，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一点，我只能追悔莫及了。但你还有能力改变，我保他。对我来说，进去了，我心里更踏实。走了。我会替你找最好的律师，好好保重。
徐鹏拍的视频？对。你打算怎么处置这个东西？曝光。符号强奸未遂，高珊珊背后推波助澜，这个视频加上徐鹏的作证，足够把高珊珊送进去。你这是干什么？我最终的对手是安国轩，为了这么一个高珊珊，把你搭进去，不值得。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符号对文文只是普通的父女之情，所以让你去应付符号。只是，你选了高珊珊，没有选我。你明知道献祭事件是高珊珊所为，不告诉我，还配合我演一出戏，我怎么敢选择你啊？彼此彼此吧，你不也一直利用我，暗中给高珊珊助力吗？我知道，其实你心中一直有一根刺，你担心我找你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报复你、折磨你。但是我现在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你弄瞎我眼睛早在5年前，我将你扔下大海的时候，就已经两清了。5年前你把我扔下海，其实是给安国轩演的一场戏吧？你真想杀我，有1000万种方式，为什么要选择破绽最多的那一种？附近有那么多渔船，只要我幸运一点，就会有渔民把我救上来。对你而言，我是你扳倒安国轩最大的助力；对我而言，你也是我最好的选择。既然我们一脚两清了，是时候开启真正的合作了。中标的公司为星耀迪帆子公司、星空。谁拿下会展中心，谁就作为继承人，负责宁海项目的重建。珊珊，珊珊，你先下来好不好？有什么事情我们回家商量。商量？你爸会给我机会商量，启东会给我机会商量。你不是说我们要一起努力吗？我已经想办法让这次招标会的评委让这次竞标作废了，我们还有机会。啊，珊珊，下来。静静，我是真的爱你啊！我不想被说成什么赘婿，我也不想被人看不起，我想努力证明自己配得上你。没有的，你一直都做得很好，是我不够好，所以这一次，就让我为你做出努力，为我们做出努力，好不好？来，珊珊，
静静，我许诺你的未来还没有实现，我怎么会死呢？珊珊，吓死我了！我只是害怕招标会失败了，你会对我失望，对我们的关系失望，你会因此离开我。珊珊，怎么这么傻？静静，你答应我，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推开我，好不好？无论你变成什么样，我都不会离开你的。我真的累了，我真的害怕自己坚持不下去了。相信我，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你。我这次来，除了带来招标会的消息，我还带来一个人。出来吧，东哥，东哥，有个坏消息。没事，你说吧。瀚海集团那边传来消息说，这轮竞标的结果作废了，下周重新开始竞标。理由有群众举报称，天域建工那边暗中窃取了星耀集团的竞标数据，证据确凿，天域也被取消了竞标资格。天域那边也照单全收了，没有任何异议。好一个自导自演，一定是高珊珊买通了天域的竞标负责人，做好了竞标失败的备案。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想办法瞒住徐鹏被抓的消息，先不要打草惊蛇。还要劳烦齐总陪我演一出戏，让高珊珊以为我还为他所用。随时奉陪。出来吧。这不是祁东家的保姆吗？安小姐救了我女儿的命，我是来报恩的。珊珊，梅姐现在算是咱们自己人。你大半夜的跑到我的书房来干什么？我来安慰你啊。安慰我？竞标赢了，招标会却作废了，心里不大好受吧？看你的样子，好像没睡好。这出戏，你到底还要跟我演多久？我演什么戏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高珊珊暗通款曲，想尽办法给他传递报价单。你有证据吗？你为了给他传递报价单，导致我烫伤，
这不就是最好的证据吗？从现在起，不准你踏出房间半步。现在松手！你松开我！哎，你干嘛？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启东，你放开我！启东，放开我！启东，啊！对不起。启东，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启东。你要干什么？我今天就绑你！我告诉你，你敢绑我？启东，你现在马上放开我！厅长，你敢咬我，这个就是你的下场！我饿你3天，我看你还有没有劲儿！启东，启东，放开我！这大半夜的怎么吵起来了？把他给我看住了，不准他踏出房门半步。那还用给齐小姐送饭吗？1日3餐，照送不误。齐小姐，我来送早餐。进来吧。齐小姐，吃早餐了。我手被绑着，怎么吃啊？可是齐总让我看着你。哎呀，就是吃个饭而已，我又跑不了。再说了，我要是饿坏了，你也不好交差，是不是啊？那好吧。齐小姐，您可千万不能跑啊！啊，放心吧。啊！高总，齐小姐已经顺利出逃。高总，人来了。这段时间辛苦学妹了。学妹这是……我费尽千辛万苦，不惜自残给你传递消息，你竟然输了，你在玩我吗？真是有趣啊！我还没有问学妹报价单的问题，学妹倒是先问起了我。怀疑我？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我做人的准则，请学妹相信我。我做的所有决定，都是为了我们。启东现在已经不信任我了，我对你而言还有什么利用价值吗？何谈我们？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有人与我同行。你知道你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别把你对安静静那招拿来对付我。七哥哥，你知道你身上哪一点最打动我吗？是你的登顶之心。我喜欢你，因为我们是一类人。没有含着金汤匙出生，
却想要逆天改命，为此可以牺牲一切。什么道德仁义、自由理想、忠贞爱情，不过就是上位者给下位者戴的紧箍咒。既然我们都不屑这些凡俗的规则，不如就打破它，一起携手走到最高的位置，看一看那里的风景。真是令人心驰神往啊！可是，站在最高的位置，那一步步的阶梯，又是由谁的尸骨铺成的呢？放心，不会是学妹的。祁东对姜过敏，这是一瓶提纯的姜汁。5天后他的生日，只需要放1两滴到他的饭菜里，他就是我们登高望远的阶梯。杀人的事情我可没做过。什么杀人？只不过就是给他一点小小的教训而已。学长对这种事情好像还挺得心应手的嘛。你很想了解我？我还有很多秘密，慢慢的告诉你。小破，帮我查一下安静静瘫痪的事。悠悠姐，你是怀疑当年安静静滑雪导致瘫痪，并非意外。高珊珊这个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可以为了会展中心献祭我，也可以为了招标会下毒害祁东，他自然也可以为了安家女婿的身份陷害安静静。哎，不好！哎呦，我的排骨！什么味道？不好意思啊，祁总，菜不小心烧糊了。哎呀，这……他怎么样了？都挺好的。那个早饭我喂他吃的，吃了不少。祁总，您放心吧。午饭我端上去了。哦，还是我去吧。祁小姐正在气头上，我怕你俩一见面又得干仗。想通了还是气消了？亲自来给我送饭啊？你给他送的吧？我看祁小姐绑着，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就擅作主张。要不是梅姐，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新方案。这新方案就当我将功补过，我们可以休战了吧？你以为就凭这个设计初稿，我们之前的恩怨就能一笔勾销吗？那你总不能一直把我绑着吧？
你还有5天时间，完善设计方案。不过，别在我眼皮子底下耍花招。放心吧，我可不想再被绑着。你只剩48小时。梅姐，七小姐，你怎么下来了？你别担心啊，我今天既不会把厨房烧了，也不会把自己烫了的。今天是祁东的生日，我想亲手煮一碗面，和他缓和一下关系。那好吧，我这也差不多了，有什么事儿喊我啊。好。怎么，又来偷看标书？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我的确盗了你不少时间，害得你连自己的生日都忘了。还真忘了，可别跟我说你从来不过生日那套。我的确不过生日，对我来说，过生日并没有任何的意义。不过，你给我做的这碗长寿面，正好是我妈妈最爱吃的面前面。那就巧了，我还真的就只会做面结面，是我妈妈教的。
都说头七那一天，死去亲人的灵魂会回家。我妈妈头七那一天，我给她做了一碗面前面。对我来说，那一天比生日更加重要。行了，不说这些了。等等，我都没来得及准备蜡烛，但是仪式感是要有的。许个愿吧。哦，对了，刚刚你告诉我一个秘密，现在我还给你一个。我在里面加了姜汁，你准备好了吗？看你表演了。好了，可以许愿了。快吃吧，面都坨了。你怎么了？启东，你没事吧？启东，梅姐，快叫救护车！梅姐，快叫救护车！哦，马上啊！高总，梅姐刚才回消息了，明天的招标大会，启东肯定去不了了。今晚的酒真美，可惜启东只能在医院度过。高总，您明明已经收服了梅姐，为什么还让齐格格动手啊？莫非您是怀疑齐格格和齐东里应外合，传递虚假情报？这一次竞标失败，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齐格格假意投诚，和齐东联手做局；另一种是齐东发现齐格格背叛，做局骗了他。哦，如果齐格格是假意投诚，那他动手就是背刺齐东，他们联盟就会瓦解。倘若齐格格是被骗，此举可以检验他合作是否真诚。无论是哪一种，只要是齐格格对付齐东，对我来说就是百利无害。会展中心是宁海市地标性的重大工程和加快对外改革开放的重要基础设施。它的建成将有效地带动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全方位的集聚，有力地提升宁海市的城市能级和形象。我很期待在座的各位建筑界的栋梁能够最近血压还是有点高，得记得按时吃药。你说他们两个谁会中标啊？听说齐总生病住院了，无法参加竞标，高总一面大。大家好，我是星耀集团的负责人高珊珊。这一次呢，我们特意邀请了英国、法国的著名设计师参与此次的设计。我们将采用新型的环保材料，使未来感与自然相碰撞，从而成为更好的宁海市地标性建筑。非常谢谢大家。下面有请4号代表。4号星耀集团子公司星空的代表到了吗？
如若按规定时间未到场，则视为自动弃权。4号代表未到场，我宣布4号标作。等等。大家好，我是星空公司的负责人祁东。宁海，自古以来就有江南水乡的美称，而如今临近水岸的会议中心，将传统油纸伞的概念融入到了设计当中。笑迎八方客。我一直认为啊，一座充满活力、充满地域特色的会展综合体，它不应该只承担起展览的功能，它更应该承担起城市属性、地方属性的特色，既有朦胧灵动轻盈之美，更有敢立于尖端之上、不惧风霜的魄力。这就是我们想给世人看到的宁海的形象。看来这个高珊珊和我儿子比啊，道行还是不够啊。下面由我来宣布竞标结果：幸福万家89分，天海集团83分，星耀集团90分，星空95分，星空中标。恭喜你们啊！感谢。设计方案和标书啊都很有锐气，只不过那个8%不是偶然吧？还是逃不过您的火眼金睛。先要降本增效，将下浮利率控制在8%。我们星空也可以。好，再次恭喜你们，合作愉快，希望你们早日开工。好。好一招兵不厌诈。确切来说，这叫将计就计。别高兴得太早。齐哥哥确实是一把利器，可是太锋利了，小心伤人伤己。不过，大哥要是哪天觉得用得不顺手了，我完全可以代劳。你错了，齐哥哥是的。也是执刀之人，而你只是案板上的鱼肉罢了。第一次听大哥这么议论一个人，我猜你真的是对他动心了。如果真的是那样，那就好办了。看来我猜对了。你若是敢动他，我杀了你。游戏还没结束呢。
谢谢。今天看高珊珊那个气急败坏的样子，实在是太爽，我心里这口恶气总算是出了。我也是。哦，话说，你是怎么发现梅姐异常的？喂，果然，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那是当然，可惜只是让高珊珊失去竞标机会，没能把这个家伙送进监狱。要不是你把视频给毁了，人证物证俱在，肯定能让高珊珊身败名裂。可惜了。更可惜的是那碗面吧。你等一下。好面不怕晚，吸取了昨天的经验，今天这碗保准更地道。尝尝。你一个人喝多没意思啊！你可不能喝，你伤口没好呢。你喝这个。怎么没了呀？你喝的够多了。小瞧我，想当年我在夜店卖酒的时候，那可是销冠，放眼整个芭提雅，恕我最能喝。啊，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啊！我最讨厌别人同情我了，他们只会一边说我可怜，一边从我身上压榨利益，占取便宜。我和他们不一样。你当然不一样了，你可是我仇人的儿子。其实，我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你：安国轩和你，我没醉，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你说，你这么恨他，难道他不是你亲生父亲？假如一切重来过，或许是种解脱。坚持这份爱，但更多的是受不了。我又何必去反复的彼此打扰？我也希望时间冷却，他不是。好像在附和。或许你我都放不开拥抱，都想为爱停留。多荒唐，太多难料，悄然的动心毫无解药。谁的付出甘愿忘掉？
当然不一样，你可是我仇人的儿子。东哥，梅姐那边已经开除了。我知道了，被拔掉了卧底，高珊珊能消停一阵了吧？他这人睚眦必报，很快会再有动作，不能掉以轻心。安叔来了，说吧，15分钟。那我就用这15分钟，让您陪我钓钓鱼。陪你钓鱼？这根鱼竿是当年我送给你父亲的，没想到这么多年还在啊。是啊，当年你、我爸、尤震被称为铁三角，拿一个项目那是绞尽脑汁。我爸还假装新加坡华裔，装模作样的陪人钓鱼谈生意。哎呀，那个项目啊，1分钱没挣。你爸这个大老粗啊，假戏真做，还真爱上钓鱼了。我就跟尤真一起凑了钱，买来这根鱼竿送给他。你别小瞧这鱼竿啊，纯进口的，叫什么高度碳纤维和钛合金啊。说是啊，这个重量轻，韧性好，灵敏度高。你看，手感还真不错。哎呀，看起来挺新的，你爸不太舍得用吧？这个鱼竿一共就用过2回，一回是在我爸入狱前，一回是现在。我爸入狱前，最后一次钓鱼也是在这里。他说幸福花园强拆的事怨不得谁，是他自己疏忽造成的。他也是心甘情愿接受法律的制裁。幸福花园项目必须你来扛，这事由不得你。姓安的，你就不怕我进去了，把你10年前那些烂事给抖出来吗？你儿子珊珊在法国卢米尼建筑设计学院还有1年就毕业了吧？放心，我一直派人照顾着他呢。他能不能顺利毕业，就看你的父爱有多深了。这么多年啊，我一直悉心栽培你，不仅仅是因为你是我未来的女婿，更是因为你父亲。我希望你的肩膀上能担起星耀这个重担，但看来啊，是我拔苗助长了。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却比不上你爸这个大老粗。是啊，我爸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读书少，不按常理出牌；最大的缺点也是读书少，被人当枪使了也不知道。很多年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了。亮出你的底牌吧。不愧是安东。事情筹备的怎么样了？放心吧，账都做好了，局也设好了。后续宁海广场的公司出了任何问题，这个锅都是由朕来背。安董觉得这个分量够足吗？哎呀，这个录音哪儿来的？我爸入狱前给我的。他说关键时候会有用，本来不想拿出来的，但是你亲生儿子逼我逼得太紧了。这个老高啊，还留了这么一手。开个条件，换你这个录音。这个录音我已经备份。丢湖里的，就算是送给安董的开胃小菜了。你的胃口不小啊！我爸稀里糊涂的死在了监狱里，他
他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可我不一样，对吧，安叔？喂，小破。悠悠姐，你怎么才接电话呀？我今早看到了星耀官网上宣布高珊珊兼任子公司星空的总经理，并负责会展中心的项目，祁东被降为星空的副总了。什么？会展中心的项目交给高珊珊，看来对你没什么影响吗？准确来说，我只是对于你的出尔反尔，并不感到意外而已。你只是对外宣布了会展中心项目的归属权，并没有对外宣布集团总经理的任命，说明这只是你的缓兵之计而已。都说知子莫若父，但依我看，你倒是很会揣测我的心思。那让我来猜猜，高珊珊握住了你什么把柄，对吗？看来我猜对了，我知道怎么做了。下周一，我会宣布任命高珊珊为集团总经理。1周时间，够。学妹，这是来找祁东吗？和你有关系吗？当然有关。要想知道原因的话，就跟我走一趟。你请我来，不会就是为了让我欣赏你的球技吧？学妹应该还不知道，我不仅取代了祁东成为星空集团的负责人。下周股东大会，安董还会当众任命我为集团总经理，并且给我30%的股份。有时候，我还真挺佩服你的，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每次都像个打不死的小强一样起死回生。说说吧，我倒是挺好奇的，能把安国轩都拿捏的，会是什么阴招啊？也没什么，不过就是和安董钓了个鱼而已。钓鱼嘛，只要钩下的深，饵放的足，再大的鱼也会咬钩的。学妹这是干嘛？可真是太让我伤心了。你也有心。感受到了吗？他在滴血。他说他生平最讨厌被背叛。你给我放手！记得不久之前，我还和学妹在这里打高尔夫，如今是伤透了我的心，得补偿我，得补偿我。放开我！放开我！放手！高珊珊，你干什么？
干什么？放开我！放开！启动！启动！不要！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看到大哥发这么大脾气啊，有意思啊！我警告过你的，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怨不得我。我难免不会认为，学妹是不是暗示我可以？啊！悠悠姐，怎么回事？祁东把高珊珊爆头了。高珊珊提前报的警，然后故意利用我激怒祁东，这样下周股东大会之前，祁东就只能待在看守所了，这样高珊珊就高枕无忧了。这个祁东也是，之前不是一直挺冷静的吗？怎么这次这么沉不住气啊？也怪我，我太想套出高珊珊手里到底有安国轩什么把柄了，才会中了他的圈套。太可惜了，本来悠悠姐和祁东可以强强联合，就被高珊珊这么一出打乱了节奏。接下来只能悠悠姐孤军奋战了。在祁东出来之前，我必须得赶紧找到线索，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样才不会让高珊珊得逞。可是高珊珊到底掌握了什么把柄？我们一点线索也没有啊。不过就是和安董钓了个鱼而已，再大的鱼也会咬钩。我想起来了，之前他提过和安国轩一起钓鱼，或许那里会有线索。小破，你能不能查到他平时喜欢去哪儿钓鱼？小 case， 都是基操。确定是这个人吗？是的。好，谢谢。不用谢。悠悠姐，打听清楚了，有个大哥看见2个人在这儿钓鱼，年轻的那个好像就是高珊珊，看见他把像是录音笔的东西扔进湖里了。联系潜水员。录音笔在水里浸泡太久了，只能恢复这么多。够了，这就是10年前我爸妈出事前的录音了，而录音的人应该是高青。这份录音应该是高青入狱前留给他儿子用来制衡安国轩的杀手锏。不论付出多大代价，这份完整的录音一定要拿到。这录音可是高珊珊上位的重要筹码，我要是他，肯定做个加密，即便被人窃取，对方也打不开。与其冒险去偷，倒不如让他主动把录音交出来。只要我们抓住高珊珊的把柄，在别无他选的情况下，他自然会用录音来换。难怪悠悠姐之前让我调查安静静瘫痪的事，可我已经调查过了，安静静的滑雪事故都已经立案审判了，安国轩不接受任何调解，肇事者刘飞被判了3年。高珊珊这个人精于算计，又善于给自己留退路，凭我的直觉，这件事情一定有蹊跷。刘飞现在人在哪？这个家伙出狱后完全查不到任何消息，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那更能证明高珊珊心里有鬼。刘飞在宁海还有亲属吗？我查过了，让我找找。找到了，悠悠姐。这么巧？刘飞有一个表妹在宁海，8年前和刘飞一起来宁海的，叫陈曦，就在这家婚纱店做店长。上次那件婚纱的风格我不太喜欢，这次试试这件吧。
齐小姐眼光真好，这款婚纱是刚到店的最新款。听你的口音不像本地人，怎么跑这么远来到宁海啊？家里条件不太好，跟我表哥一起来的。啊，那你表哥是做什么的呀？店长，店长，店长。啊，不好意思啊，齐小姐。没关系，去忙吧。安小姐，你就是晨曦啊？你过来，过来。蹲下来，凑近点。这个银行账户是你的吗？别动啊！胆子真大啊！一个乡下来的打工妹敢勾引我的男人！我没有，我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转账记录在这，还敢狡辩？今天你不但要把钱给吐出来，你还得留下点东西来。不要，店长，不要安小姐。再敢往前一步，信不信我把你们店砸了？都别动啊！安静静，你是不是太久没见到你哥，有点想他了？要不要我送你进拘留所，让你们兄妹团聚一下？你怎么在这儿？把他手机给我收了！还敢动？你们都把手机拿出来，拍下来就直接发到网上去。我就不信他还能抢得过来。出了事我负责。安小姐，要不我们算了吧？算你今天走运。走。等等，安静静，我告诉你，这条视频我会一直存着。如果你再敢来找晨曦和这家婚纱店的麻烦，那我们警察局见。齐哥哥，你得意不了太久了，就3天，你输定了。走。你没事吧？来，我扶你起来。没事的，我没事，谢谢，谢谢你。尤姐真厉害，这都让你套出来了，还不是老天爷帮忙。安静静这些年一直在暗中调查高珊珊，结果被他查到高珊珊时不时的给晨曦转账，还以为他包养小三呢。但其实晨曦只是中间过一道账，他会把钱取出来拿给刘飞。有了这些转账记录和晨曦的口供，只要再找到刘飞，就能拿捏高珊珊了。是这样，不过现在晨曦也不知道刘飞人在哪儿，只知道他好赌，没钱就会让高珊珊给他转账，然后晨曦再把取出来的现金放在他指定的位置。那咱们再等等。我可等不了了。可是只凭这些转账记录，高珊珊会交出录音吗？不知道，但即便没有多大的把握，我也得试一试。学妹，怎么一个人来了？祁东呢？怎么没有陪着你？哦，我忘了，他还在拘留所里蹲着呢。
正常交易，我一个人来足够了。但如果你想玩阴招的话，要蹲的恐怕就不是拘留所，而是监狱了。你是怎么知道的？这得多谢安静静，没有人比她更了解你。她送的大礼，我自然是要照单全收的。又被人查完。录音呢？我倒是特别好奇，你怎么知道我拿捏安国轩的证据是录音呢？这不就巧了吗？学长喜欢钓鱼，而我喜欢潜水，老天也在帮我。佩服。我现在倒是有些后悔了，当初应该好好珍惜学妹。有学妹的辅佐，我哪用得着什么录音啊？不必废话，进正题吧。刘飞兄妹现在在我手上，并且他们愿意配合我指证你。录音在这儿。事情筹备的怎么样了？放心吧，账都做好了，局也设好了。后续宁海广场的工地出了任何问题，这口锅都是尤震来背。我们3个人打下的江山，凭什么让尤震一个人给霸占了？忍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有个机会，把这个绊脚石给清除掉。谁让你进来的？东西没问题，录音笔给我，所有的备份都删除掉吧。要想交易，霍总得备齐吧？他们兄妹人呢？人我不能交给你，你也别无选择。那总得让我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吧。让你的人拍段视频过来。看来你没有诚意和我做交易啊。没诚意的是你吧？刘飞现在叫什么？实话告诉你吧，我给了他一个新身份，他现在已经改名换姓了。你连人都没见过，在这给我唱什么空城计呢？最后给你一个机会，到我这边来，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那就抱歉了，你实在太恶心了，我无法说服我自己。安静静说的没错，只要是祁东的东西，我都想得到，包括你。我杀了你！你要杀了他，我可就是人证了。刘飞，你怎么在这儿？你要杀我灭口，我自然要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了。毕竟这天底下就没有比拘留所更安全的地方。原来你进拘留所是为了找他？没错，不然我为什么要脏了自己的手？果然论起玩心眼，10个高珊珊也不是祁东的对手。高珊珊，别过来！我们已经报警了，你就束手就擒吧。刚才的故意杀人罪，加上你4年前买通刘飞致使安静静残疾，够你在牢里蹲个10年8年的。你们要是敢动我，我就把安国轩的录音曝光。报？你现在就报，我求之不得。最好安国轩跟你一块儿进去，到时候整个公司就是我一个人的了。好啊，大不了鱼死网破。安国轩出事了，星耀也会受到牵连，到时候你祁东只会得到一具没有价值的空壳。这是你们逼我的。珊珊，不要！安静静，我今天叫你过来，就是要让你看清他这副嘴脸。你的腿就是高珊珊弄残的。4年前，他买通刘飞，故意在滑雪场撞你，弄残你的腿，然后让你一步步沦陷，再也离不开他。珊珊，警察要来了，
你要挟持我，你才能跑。安静静，你疯了吧？啊！你放开他，我可以让你走，你以为我会信吗？你们要是敢过来，我就让他给我陪死！快上！你快走！这里交给你了，你小心啊！再过一会儿，我的人就会来接我，到时候启东一辈子都找不着我，而且还有你在这陪我。启东，你快报警，别让高珊珊逃走！珊珊，你放了他！我已经报警了，启东。你赢不了我的！你要是敢过来，我就杀了他。反正再过一会儿，就会有人来接我，你这辈子都找不到我的。珊珊，我弄死你！到哪了？
乱亲密的皮囊，你的仓皇离场，记录下不可赦免的谎，学会真情与假意的对位，忏悔恶意的伪装被击退，是非将心中伤悲，如今反目璀璨的泪。妈妈，我很快就来陪你了。小哥哥，你能帮帮我吗？小哥哥，小哥哥。我怎么睡着了？怎么这么多汗啊？悠悠姐，你怎么来了？我来看你啊，结果发现你不在病房，我都猜到你跑到启东这儿来了。那，这是我给你煲的汤，小火慢炖了5个小时。医生说你身体恢复最需要的就是营养了，所以我就拿出了我的看家绝技，你快尝尝。小坡，谢谢你。不过悠悠姐，你现在刚刚伤愈，
医生说你要安心静养，就别过来陪床了。不陪床我不安心啊。我这样一直守着他，我就觉得下一秒他可能就醒过来了。可是启东已经昏迷了那么多天了，悠悠姐，你要守到什么时候啊？我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我只知道他救了我的命。他一刻不醒过来，我一刻都不会离开。东哥，你嘘。刚发生什么了？七小姐，我只不过在马桶上打了一个盹，你人就不见了。幸亏我及时发现，这液都输完了，空气都进血管了，都不知道。可我刚刚检查过的。再怎么说你也是病人，没发现很正常吗？你先回去休息吧，东哥交给我就行了啊。那可不行。那我就按铃儿，让你的主治医师抓你回去。悠悠姐，你还是回去休息吧。走吧。躲，安全。刚刚多险呀！幸亏我随机应变啊！气你一个。哎，不过东哥，你为什么不告诉悠悠你醒了呀？莫非你是在享受悠悠对你的关心和照顾？啊，还是说你觉得绑架这个事儿是高珊珊和悠悠里应外合，所以你想探查一下？你觉得呢？我觉得应该是后者。放心吧，东哥，我一定会配合好，演好这出。七小姐，你怎么又来了？我已经康复出院了，我的身份不再是病人，而是祁东的未婚妻。这里的一切就交给我吧。不是，可是什么可是？你一天一半的时间都在厕所，也不知道你是在照顾祁东，还是在照顾马桶。好，既然如此，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反正这儿的厕所也没有家里的舒服。这么安静的样子，可真不像你。快醒过来吧。direction. Where is the play without pen? How to make our love certain? Who can answer explain? Oh, my question is okay. You say I need drive all day. All drive all will be taking away. Nothing will be afraid. No, I wanna see your soul. When time is not slow, walking beautiful. 医生，医生，快，医生！什么情况？是不是监护仪移动脱落了？没事，病人心跳有点过快，仪器自动报警而已。那他不会有危险吧？不用担心，昏迷会导致病人的心跳缓慢，
但当进入苏醒状态的时候，心跳的频率又会加快，然后会逐步的恢复正常的。啊，那这么说，他马上就会醒过来了？嗯，真的吗？太好了！哎，你们2位，把这都拆了吧。好，谢谢医生，谢谢医生。但是呢，他长期卧床，很容易出现压疮，记得经常给他翻身按摩一下。哦，好，避免皮肤长时间的受到压迫。好的，好的。哎。我还是遵循医嘱，先帮你翻个身啊。我翻身了啊。早就醒了吧？怎么不继续装了？让我猜猜，你不会是故意装病，为了让我照顾你吧？不管怎么样，谢谢你救了我。我只是为了录音笔。救你，刚好而已。我懂。不管因为什么，我都欠你一个人情。所以，在你彻底痊愈之前，我会继续照顾你的。不必了。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我真的很怕你就这样睡过去，再也醒不过来了。对不起。老公，当年你跟我说，只有我能把星耀干起来，因为我是头狼，有着一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心。但你忘了，狼啊，也有一颗睚眦必报、杀伐果断的狠心。当年我送你的这根鱼竿，那时候我就跟你说过。星耀有我的一份，就一定也有你的一份。哎，可是你这个儿子倒好，我悉心培养他多年，还把女儿嫁给他，反倒是拿着你的鱼竿绕我的鱼线。没办法，只能毁了他，否则2根鱼竿都不能用。老高。你能理解我吗？你放心，你儿子现在在昏迷中，我不会动他，但他对静静做的事，他要付出代价。安董。医院那边来电话了，齐总醒了。真不让人省心。这齐总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齐格格的身份，
查清楚了吗？您不是用齐兰的手稿试探过他了吗？让我看，他俩也就都姓齐。安导，您为何对齐格格的身份又起疑了呀？齐格格私会高珊珊，你觉得他会冲什么去啊？他们俩录音。想得到录音的人，除了尤震，就只剩下游游了。5年前，祁东把游游扔下大海，5年后，齐格格以祁东未婚妻的身份出现。所以啊，有很多事儿啊，1次是意外，2次是偶然，那第3次呢？蓄谋已久。您要是想试探他的身份，我倒是有个建议。游游5年前不是在夜店做过酒水销售吗？我们可以找个老熟人，跟他叙叙旧。祁东拿下会展中心的项目，立了一大功，是时候准备下庆功宴，好好庆祝一下了。明白。你做的。尝尝。医生。哎，感觉怎么样？好很多了，恢复的挺不错，可以办理出院了。好的，好的，谢谢医生。谢谢医生。恭喜康复。谢谢。慢走啊，医生。哎。出院了，有没有什么想吃的？吃个牛排吧。可以，我来做。你做的挺好。欢迎，热烈欢迎！怎么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你这个月的奖金没了。别啊，东哥，我这2天没闲着，我这房间打扫的干干净净。你看这地板，我擦了锃亮，都能当镜子使了。啊，还有那边，特意请了米其林3星厨师，食材都是今天空运的。我限你1分钟之内离开，算你将功补过。得嘞，东哥，还有一件事儿。安董明晚举办庆功宴，庆祝东哥拿下会展中心。东哥好好养身体，明晚我们高调亮相。东哥，你头发有点长。我给你收拾一下。未来是有起落，从前不论如何，也会风雨交错，可一切化作幸福颜色。关于我，关于你的执着，相爱总是很好，偶尔幸运闪耀，浪漫还在环绕，是一切美好幸福信号。不快乐一瞬间全忘掉。Someone like you， 当我发现变成了 someone like you， 我最爱的为你所有，就算时间重来，只要你在就安心。Someone like you， 牵你的手，我就是 someone like you， 交换永恒伴你左右，把眼泪留从前，幸福蔓延到永远。
发现变成了 someone like you， 交换永恒伴你左右，把眼泪留从前，幸福蔓延到永远。对不起，我。这事儿搞定，完美的衬托出了东哥的英姿。这场庆功宴，咱们妥妥的全场最佳呀。就是这脸色有点不太对。你有话快说。东哥，我觉得咱们人呐，有时候就得豁出去一把，要不然这年轻时捍卫的姑娘，最后都成为别人的新娘了。你深有体会。哎呀，别提了。曾经的早安晚安，如今的黑名单，我就是作为过来人，想劝哥两句，就是在这爱情里边吧，咱们男方得稍微主动点，咱们得打直球啊，要不然这女方她就感受不到你的爱意。有的时候我们算了，当我没说。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没有啊。哦，你不会是和祁东发生什么了吧？什么呀？你喝的是酒还是水？你喝多了吧你？我最近在学观象之术，相由心生，貌由心转。我看悠悠姐面色红润，皮肤光泽，眉眼上扬，你肯定……行了行了，闭嘴！你这什么跟什么呀？他好像想亲我，我躲开了。哎，完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要没躲开，那我才是真的完了呢。可是悠悠姐身体虽然拒绝了，但心里没有啊。之前悠悠姐各种主动撩拨挑逗祁东，也没见到你有什么心理负担。可是就是因为悠悠姐动心了，才会敌进你退呀。我和祁东，我们只是合作关系。哪有人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合作伙伴的？又哪有人会衣不解带去医院照顾合作伙伴的？所以，我们才应该退回到合适的位置，而最适合我和他的位置，就是合作伙伴的关系。是因为祁东是安国轩的儿子吗？悠悠姐，关键是你要认清自己的内心。不过，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坚定地站在你身边的。一会儿把这个给悠悠送过去，他一会儿要跟我参加晚宴的。好的，这次庆功宴，东哥终于可以当众宣布自己重回星耀了。这只是一切的开始，安国轩真正的命门是宁海广场。重启宁海广场项目，将会是我重返星耀之后的第一把火。高珊珊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他啊，捡回一条命，但是据说颅骨受到严重撞击，导致硬脑膜撕裂，形成血肿。警察那边呢也在日夜看守着，但是没有找到录音笔。我估计是爆炸的时候给毁掉了。好，盯紧医院的情况，一有消息马上告诉我。明白。
这位女士不能探视。我是他的未婚妻，我就看他一眼。珊珊，我知道，在你许给我的诺言实现之前，你是不会死的。你只是被启东逼得太紧了，太累了，想要好好休息一下。你好好休息，我们的未来，我来努力。关了。啊，这我回头就把这歌单我全都换了去。你穿这身挺好看的。你今天这身也蛮适合你的。东哥，快到了。我不希望我们现在的尴尬状态影响接下来的合作，所以一会儿还得好好配合。还有，我一会儿有个礼物要送给你。来了！哎，齐总，麻烦看一下这边好吗？哎，齐总，好，谢谢齐总。齐总，看这里。哎，齐总，再来一张。谢谢齐总，陈总，好的。齐总，再来一张。今天虽然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日子，但是我还是想泼冷水。诚然，拿下会展中心项目，无疑是给星耀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但却解决不了星耀集团这几年来一直处于瓶颈期的根本问题。如果想要突破瓶颈，必须重启核心项目宁海广场。所以今天我当着安董以及董事会成员的面，主动请缨接手宁海广场，并且任命齐格格为项目的总设计师。宁海广场可是安董手里攥着的项目，齐总刚回总公司，这是要越俎代庖啊！原来庆功是假，批功才是真。不知道安董意下如何？他能力很强啊，我觉得还算好成吧。最近我一直在想，什么样的人才能带领星耀走向未来？有野心，有责任担当，还有敢于挑梁。我很欣赏你有这样的自信。不过每一个项目都有它的复杂性。一个项目复不复杂，做了才知道。
当年我将子公司取名为星空，寓意就是如果没有群星的闪耀，星空也将黯然失色。其实子公司之于总公司也是一个道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今天就在这儿立一个军令状，我会将名下以及星空公司所有资产入股到宁海广场项目，并保证在2个月时间内将其推向正轨。2个月，太有魄力了吧？这魄力太大了。星耀集团不是我安国轩的一言堂，大家说了算。你要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说服董事会。有安董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这真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礼物。齐总前途无可限量啊，未来可要多提点提点。齐总，咱这边聊点项目。哎，好，来，请，请，啊，请。哎，我手头啊正好有个项目，齐总看看有没有兴趣啊？尝尝这个。调酒师正好在，我让他过来啊，跟你讲解一下。铁不成钢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讲义气什么啊？你跟着他一起扣钱你！安董你好，我是负责此次宴会酒水的调酒师，叫我芭比就好。非常荣幸能够为贵集团服务。这位小姐这么光彩照人，怎么称呼？这位是我的准儿媳妇齐格格。哦，齐小姐，怎么样？对酒水还满意吗？不错。谢谢。贵客来了，格格。你们好好聊聊。好。这是什么风，把阮总给吹过来了？宁海广场是我好朋友的项目，重启在即，我不得亲临现场，恭贺安董。看来阮总还是个念旧的人呢。不是我念旧。而是有些事情，想忘也忘不掉。那这杯酒就敬过去。没有未来的人，也只能敬过去了。干妈，我错了。看你受的，这段时间苦了你。你呀，跟你妈一样，性子急，什么事都自己扛。
我不是让你在国外静待时机吗？干嘛自己偷偷跑回来？我看到安国轩风光了那么久，我真的不想再等了吗？傻孩子，明明干妈是可以陪着你、帮助你的，干嘛非要一个人自己走这么艰难的路啊？今天要不是我看到安国轩调查你，提前买通了芭比姐，后果不堪设想。好了，既然选择了这么艰难的路，就要打起12分精神，坚持到底。那干妈，你不生我气了？但你要谨记，接下来走的每一步都要格外谨慎。不能再走错。感谢安董和齐总，在酒会尾声之际，让我们共同举杯，为星耀过去的辉煌成就和未来的美好前景干杯！干杯！干杯！来！恭喜大哥！这是谁？对呀，这不是安小姐吗？今天来干什么呀？友善啊！你怎么来了？大哥的庆功宴，我自然是备了一份大礼来道贺。大家看，本以为祁东只是个低贱的私生子，没有想到经过一番调查，结果比我想的还要肮脏。各位，我们家小姐身体不适，情绪有些激动，再回去。各位继续啊！别走啊！再回去！小姐，小姐，小姐，扶你起来。事？原本我并不明白，明明我才是爸最宠爱的女儿，为什么他会对你那么上心？现在我知道了，你跟你妈一样，为了上位不择手段，没有底线，把他给我弹出去！来，小姐，走，咱回去。小姐，走啊！都是你们逼我的！你们看证据！大叔大婶，请问你们认识祁东的母亲祁秀琴吗？认识，就是我独生的。那请问认识祁东的父亲安国轩吗？电视上见过，那好像是个有钱人啊。没错，安国轩是我们宁海市知名企业家。那既然说安国轩如此的成功，为何祁东的母亲会病死在村里，并且没人管呢？哎呀，自作孽不可活呀！哎，这怎么说呢？哎呦，那可怜的孩子呀，摊上这么个妈，觉得自己长得好看，非要攀高枝，认识了个有钱人，勾引人家，怀上了孩子，人家要打呢，他不打，反之呢又去告人家，说人家呢糟蹋他。你们所有人都看见了吧？我没有疯，我更没有说谎。祁东不仅仅是个低贱的私生子，他还有一个为了上位不择手段的妈，他根本就没有资格来当星耀的总经理。我什么手段？摊上这么个妈，非要攀高枝。你为什么要拿他的钱？我们已经跟他断绝关系了。那个禽兽，我死也不会用他的钱。你记住，你姓祁，不姓安。安国轩在为庆功宴的事儿四处打点公关，忙的是不可开交。可您祁总倒是在这里躲清闲呢。这不是也没有躲过吗？确实是，有些事情啊，想躲也躲不掉。比如说你的出身，你身体当中不仅流着安国轩的血，还有着一段不堪的往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5年前
是你派了一个渔民救了悠悠，做的是滴水不漏。但现在呢？先是芭比姐，再是安静静，你接连失手，让自己和悠悠陷于危险当中，怎么了？难道是感情让你失去了判断力啊？悠悠从踏上这条路，就像在走钢丝，稍有不慎，就万劫不复。我不仅会保护她，更不会让任何人去影响到她。比如你，你可能还有翻身的机会，但她没有，她输不起。所以，我不希望悠悠以后的人生和你有任何牵连。小哥哥，你能帮帮我吗？小哥哥，小哥哥，我的八音盒不见了，你能帮我找找吗？小哥哥，你能帮我找找吗？你过来啊！这是我爸爸送我的生日礼物，你把它搞坏了，你得赔我。对不起。看在你帮我找回来的份上，不要你赔了。不过你要先答应我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啊？我还没想好，你先说说你会什么吧。我会弹钢琴。你会弹钢琴？那你会弹这首曲子吗？童年的回忆。太好了，我正愁给爸爸准备什么生日礼物呢。这样吧，你教会我弹这首曲子，我就原谅你了。拉钩，快点！No, I wanna see your soul when time is enough slow. Walking beautiful past where the flowers grow. No, I wanna see your soul. Maybe answer is sure that I will be the only one to you. 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出师啦？这哪是童年的回忆呀，这是童年的噩梦还差不多。我今天就要回城里了。要不你下一个暑假再教我吧。我们可是拉钩盖章的，100年不许变。我爸来接我啦，我走了，明年见。
他叫游游，原来他会弹钢琴。游游从踏上这条路，就像在走钢丝，他输不起。我不希望游游以后的人生和你有任何牵连。看紧他，别再让他出去了。是。不好好工作，看什么呢？店长，这是今天早上刚被撤下来的热搜，还好我手快就保存了。真的假的？安小姐当众爆料说，齐总的妈妈生扑安董不成，反咬一口，告安董强奸。真是豪门恩怨多啊！最近他们家可闹得满城风雨，高总在被警察调查，自己躺在医院成了植物人，安董又陷入舆论风波。安小姐，我来试婚纱。就要那件吧，珊珊喜欢的那件。那行，我带您去试衣间。启东，启东。启东，不凡，你知道启东在哪儿吗？我都找东哥一上午了，正想问戚小姐你呢。公司和别墅都没有人，这样吧。我们分头去找，找到了打电话。好。喂。喂，是齐小姐吗？我是婚纱店的晨曦，我有件事情想跟您说一下。我女儿情况怎么样？很不幸，安小姐下半生恐怕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了。
么年轻。把你们院长给我找过来。这，把他找过来。让我去找他。安东，安东。 静静，无论你变成什么样，我都会陪在你身边。你滚啊！我不需要你的同情，我现在就是一个纯残废，就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只要谁都看不到我现在的样子。你走，你走，静静，你走啊！我喜欢你。我喜欢你，不是同情。珊珊，你曾在黑暗中给了我一束光，我以为那是我无望生命中的救赎，可没想到你才是把我推入黑暗的人。我就是个傻子，所有人都在看我笑话，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被一个根本不爱你的人背叛，值得你去死吗？你来干什么？当然是来欣赏你做蠢事啊！给我滚！急什么？其实识人不清，也算不上你的错。错在欺骗你的人，你又何必用高珊珊的错来惩罚你自己呢？你连你自己都不爱惜自己，还指望别人爱你吗？让我去死，不要你管！只要我一松手，你的身体就会在重力的作用下急剧下坠，你的心脏会越跳越快，然后你就会重重地砸向地面。在接触地面的瞬间，碰撞的反作用力会猛然推向骨头、内脏，你就会像一个被狠狠砸在地面的西瓜一样，砰的一声，瞬间4分5裂。我只给你3个数的时间。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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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你的身体本能在告诉你，你不想死，好好活着吧。生命是最重要的，只有活着，才能看到坏人受到惩罚，不是吗？下雨了，就要撑伞。今后为你撑伞的，只有你自己。拿好了，别让人看不起。喂，齐小姐，找到东哥了，在墓地。我知道了。有些东西清洗得掉，有些东西永远洗不掉。不过这样也好，其实我挺感激安静静的。前些日子我迷路了，他闹这么一出，倒是提醒了我到底是谁。你呢？想起自己是谁了吗？我想你已经猜到了，那场爆炸并不是意外，而是出自安国轩的手笔。高珊珊利用他们当年嫁祸我爸的录音来威胁他，这是安国轩绝不能容忍的。找到证据了？抱歉啊，我忽略掉了。最近我的脑子比较乱，先是你昏迷不醒，而后又是庆功宴的事情。看来我们都偏离了原本行驶的轨道。我们是时候回到各自的位置上。我还是怀念以前，你在我进拘留所的时候，你可以不顾安全，自己一个人找到高珊珊陷害安静静的证据。你也可以不计后果，跑去跟高珊珊进行交易。正因为你是游泳，你的父亲游震因为安国轩而入狱，你的母亲齐兰因为安国轩而死，而你是那个亲手被我推下大海，无法用真实身份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只有安国轩被绳之以法，
你的父亲才能洗清冤屈，你母亲的死才能讨回公道，你也才能找回自己的名字。我明白了。好。从认识你的那一天，从你勾起我手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这辈子注定要被你套牢。所以为了避免你从我手中溜走，我得先下手为强，亲手给你戴上戒指，把你牢牢套住。看来我们都偏离了原本行驶的轨道，我们是时候回到各自的位置上了。我要打起精神，只有拿下宁海广场项目，才能找到线索。喂，什么？悠悠姐，医院的人说高珊珊醒了。尤震，都别过来！都别过来！尤震，我要杀了你们！先把刀放，杀了你们！放下刀！过来！我杀了你们！不要过来！这边要吵好商量，尤震，你先把刀放下。再过来我就杀了你们！尤震，先把刀放下！不要过来！把刀放下！别过来！都别过来！你先冷静点，杀了你们！先冷静点，别过来！再过来！什么事都好商量。我就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的玫瑰呢？把我的玫瑰放哪儿了？快把我的玫瑰还给我！把玫瑰还给我！我的玫瑰呢？你们把我的玫瑰放哪儿了？冷静点，尤震！是不是你抢走了我的玫瑰？把我的玫瑰还给我！不。
怎么了？不知道啊。是不是你抢走了我的玫瑰？啊！哎，把我的玫瑰还给我！还给我！把刀放下，有朕。冷静，你要是敢伤害他，你就再也找不到你的玫瑰了。冷静，啊！你把刀放下，给我，把刀放下。检察同志，好，出事了，出事了！在哪儿？你们快看看去！好。你冷静一点。我知道你的玫瑰在哪儿。在哪儿？他就在楼下，我这就带你去见他。见过他？我见过。你的玫瑰是不是紫色的？啊！来，听话，把刀放下，我带你去找玫瑰。把刀给我。你骗我！跟他们都一样，都是骗子，都是骗子！快把我的玫瑰还给我！冷静点，有朕。啊！别动！别动！没事吧？都是骗我！你们骗我！是骗！刚才吓着了吧？你们都是骗子！怎么没事？这个疯子刚刚差点要了我的命！这种有病的人，控制不住自己，万一真出人命，不好了！别动！我傻8号城犯人高珊珊不见了！什么？这种人就该给他关起来，不能放出来。冷静一点，多危险啊！这哥，不好了，高珊珊想让我们跑了。来，我来吧。中间还有一件事，别围在这儿，别看了，散了吧，散了吧。好了，散了。对。愣着干嘛？追！好一招一箭双雕，既试探了我的身份，又放走了高珊珊。看来录音的证据是拿不到了。现在只剩下宁海广场一个办法了。我先走了。东哥，高珊珊从安国轩的眼皮子底下跑了，安国轩的人到处都在找她。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吗？没事吧？哎，不过东哥，这安国轩为什么多此一举啊？故意放跑高珊珊啊？醒来的高珊珊就是一个定时炸弹。他如果逃跑了，安国轩他就有下手的可乘之机。哦，所以安国轩用邮阵试探游游的同时，又趁乱放跑了高珊珊，然后再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这个隐患给除掉。不过，这游游的心理素质可真够硬的，被自己的亲生父亲挟持，又出手伤了自己的父亲，还跟个没事人似的。梅子，人在遭遇到极大痛苦的时候，会将自己的痛苦意识进行包藏，仿佛这些事情都跟他无关似的，但其实痛苦并没有消失，一直都在。来，坐。
你说说我爸，这么多年了，还记得他当年种的紫玫瑰？你说他是真疯还是装疯啊？会不会是他为了让安国轩掉以轻心，故意装疯卖傻？那如果叔叔是真疯呢？真疯的话，就更好玩了。认得出花，却认不出人。你知道紫玫瑰的由来吗？在古老的北欧，爱情之神商洛的未婚妻不幸逝世，商洛就将他的未婚妻埋葬在湖底的紫水晶里。后来紫水晶上长满了紫色的花朵，商洛呀就给它取名叫玫瑰。这些紫色的玫瑰就是未婚妻的灵魂化成花朵来陪伴爱人的。那为什么我见到的花朵都是红色的呢？那是因为啊，这个浪漫且凄美的故事传到了撒旦的耳朵里。撒旦他憎恨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所以呢，他就想毁掉这些证明爱情的花朵。后来商洛为了保护紫玫瑰，就与撒旦展开了殊死搏斗。最后他的血滴在了紫色玫瑰上，把玫瑰染成了鲜红色，就成了红色的玫瑰了。哎，宝贝啊，你也想成为爱情之神吗？染红玫瑰啊？我不喜欢紫玫瑰。好，好，好，不喜欢。来，宝贝，给你包扎一下啊。长大以后我才知道，玫瑰根本不存在紫色的种类，它不过就是杂交月季而已。心爱的玫瑰，实际上是月季。小破，你说我爸不会是因为这个疯的吧？送你一束花。什么时候买的？我在那边等你的时候买的。多少钱？好久都没送你礼物了，不贵。你要是喜欢，我经常给你买，怎么样？干什么？这是我的玫瑰！你有病吧？那不好意思啊，喝多了。喝多了就可以满大街耍酒疯吗？谁疯？你说清楚！你说清楚！干什么？我就是你，疯子！把这里处理好了，明白？啊，事还没处理完你就想走啊？哥们儿，咱们聊聊赔偿的事儿吧。我跟你聊个屁呀！5位数。说不清的话，看不清的事，躲不掉。霸道总裁都这样。爱意多喧闹，幸福多转角，找不到。太多复杂都得过且过，假如一切重来过，或许是种解脱。坚持这份爱，但更多的是受不了。有我在，你就大胆的往前走，别害怕。时间冷却，好像在附和。或许你我都放不开拥抱，都想为爱停留。多荒唐，太多难料，悄然的动心毫无解药。谁的付出甘愿忘掉，落的泪无处可逃。多不安，再多不甘，谁最后选择把手松掉，却又想把这份爱抓牢。
快把我的玫瑰还给我！文心，点过去。你怎么看？我觉得这个齐格格根本就不认识尤震。我说的是高血压。哦，安董最近因琐事缠身，睡眠不足，导致这血压偏高。高压不可怕呀，可怕的是没有降压药。那我去给您拿药。高珊珊，找到了没有啊？暂时还没有。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是。那齐格格那边还继续调查吗？白尺井水看得清，寸乎人心看不透啊！要是能让你看明白了，哼，这还能是尤震的女儿吗？安董，下一步的指示是？是时候让他们接手宁海广场的项目了。东哥，东哥，东哥，这房子里怎么还有一间密室啊？我怎么不知道啊？不是，你一人怎么喝这么多酒啊？东哥，原来你陪我喝一杯。东哥，没想到你从小就喜欢悠悠，为他付出那么多，可是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呀？那你得多不容易啊！如果连你都瞒不过，我又怎么能瞒得住悠悠呢？东哥，可我不明白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悠悠啊？因为我太了解悠悠了。她呀，虽然看上去心狠手辣、睚眦必报的，但其实她很善良，很容易心软。我特别不想承认这个事实，但是我真的就是安国轩的儿子。我与其告诉他这个真相，让他纠结，让他懊恼，我倒不如让他明白，我就是那个他最适合的复仇搭档。我就是一个他可以尽情利用的复仇工具而已。东哥，我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你前2天对悠悠冷漠，其实是不想让一些感情纠葛影响到你的复仇计划。安国轩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阴毒，还要多疑。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扳倒他，我们得时刻保持理智，还要冷静。我们得比他更狠。悠悠，他是一个天使，本不该在地狱游荡。但如果这把直插安国轩心脏的利刃，他必须染血的话，那只能是我。东哥，
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做。东哥，你可以啊！你这做了一桌子解酒神器啊！记住啊，这些都是你做的，一会儿给他送上去吧。我刚才起床的时候，经过悠悠卧室，已经人去床空了。也好，也应该这样。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想吃啊，自己做。别呀，东哥，我这不能浪费你这一早上的心血呀，是不是？还有一道呢，看在你昨晚陪我喝酒的份上，吃吧。嗯。悠悠姐，你不是去祁东家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我还没冲你兴师问罪呢，你反倒吃起瓜来了。说吧，昨晚为什么弃我于不顾，让祁东把我给带走？哎呀，悠悠姐，你是喝多了记不清了，你把人小情侣的玫瑰给毁了啊！那男的要找你算账，还好祁东出现，及时解围，把你扛走了。说实话，只要不是眼瞎心盲，都看得出来，祁东真的很喜欢悠悠姐的。有我在，你就大胆的往前走，别害怕。可是，他在刻意跟我保持距离。东哥，咱们就是说，这感情是不是就像一个相吸的磁场？你一退再退，说不准这游游会步步紧跟的。我也得跟他保持距离。我怎么听不懂了？很显然，祁东并不想让我知道他喜欢我的事情。我的出身和选择，注定了我和游游不可能走到一块儿。况且，身世的曝光点醒了他，让他重新回到了对付安国轩的轨道上。而我，也应该心无旁骛，火力全开，和他一起把安国轩给拉下马。他现在心里也应该很清楚，眼下最重要的是什么？眼下最重要的是先帮祁东通过股东决策会，重启宁海广场项目。可安国轩对游游还是有戒心的，一直在试探游游。他能放心把宁海广场这个项目交给你们吗？商人逐利，星耀已经在瓶颈期挣扎几年了。我和祁东一起完成的这套整体方案，加上祁东无与伦比的演讲煽动力，一定会把董事会的期待值给拉满。即便安国轩有所顾忌，情势也会逼他不得不妥协。我相信祁东，他一定可以毫无悬念拿下宁海广场项目的主控权。爸爸希望你长大以后啊，能成为一名钢琴家，就在爸爸妈妈盖的这个音乐盒里弹奏，好不好？嗯。爸爸妈妈，你们这一次要盖什么样的房子呀？就长这样，但是啊，要比这个大很多很多。嗯，这不是童年的回忆吗？这个大八音盒呀，盖好还得3年，刚好呢能陪你度过童年。这个生日礼物喜欢吗？喜欢。妈妈比较贪心，妈妈希望这里建成以后啊，可以成为所有宁海小朋友最美好的童年回忆。哇！
妈妈太棒了！悠悠也很棒。太好了！慢点儿。哇哦！是不是想妈妈了？放心，一触即溃是过去式，坚不可摧才是我日后的常态。还没来得及谢谢你，如果没有你，我不会站在这儿。没有你，我也不可能这么快爬到这个位置。咱俩就别商业互吹了。我这一缅怀完了，可以开始干正事了。我已经接手了宁海广场当年所有的资料，临时办公室已经建好了。明天我会把所有资料都搬过来。那我明天就可以开工了。安国轩没有消除对你身份的怀疑，他敢把所有资料库还有账本都交给我们，肯定心里有数。但雁过留痕，哪怕有1/1000的线索，我也不会放过任何可以扳倒安国轩的机会。谁让你进来的？或许可以从中找到录音里神秘第三人的蛛丝马迹。我一直怀疑，录音里的第三人是和安国轩串通好，安插在我爸身边的亲信，否则以我爸的谨慎作风，安国轩绝不可能那么顺利就把所有的罪名都转嫁到我爸的头上。明天开始，我陪你一起查看资料。When will I find my direction? Where is the play without pen? How to make our love certain? Who can answer, explain? Oh, my question is okay, you say I need drive all day. Oh, drive will be taking way. Nothing will be afraid. No, I wanna see your soul. When time is enough slow. Walking beautiful past where flowers grow. No,
谢谢啊，我晚点再吃，现在还不饿。现在吃。怎么了？审核表的公章，这个没有问题，我复核过了。公章没问题，签名不对。虽然笔迹极为相似，但我爸的签名力道更重。你看，最后一捺他绝不会回勾的。况且，我爸从来没有修改过我妈的设计图，所以这张修改过的图纸有问题。拿出对应图表，一验便知。怎么一股汽油味啊？喂，接车打到668号，宁海广场建筑工地东南角的临时办公室失火，有2人被困。启动，启动，醒醒！启动，启动！启动，启动，你醒醒！启动，你不是说过要和我一起把安国轩绳之以法吗？我们现在就要成功了，你不能就倒在半路上啊！启动，你醒醒！启动，启动！悠悠，你害怕吗？我怕，我怕有些话再不说就没机会说了。启东，我真的好喜欢你。说不清的话，看不清的事，躲不掉。爱意多喧闹，幸福多转角，找不到。太多复杂，都得过且过。假如一切重来过，或许是种解脱。坚持这份爱，但更多的是受不了。我爱你。我又何必去反复的彼此打扰？时间冷却，好像在附和。或许你我都放不开拥抱，都想为爱停留。多荒唐，太多难料，悄然的动心毫无解药。谁的付出甘愿忘掉，落的泪无处可逃。多不安，再多不甘，谁最后选择把手松掉？
要是我们今天就这么死在这儿，下辈子你一定要找到我，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在一起，答应我。我答应你，我也有话要告诉你。悠悠，悠悠，悠悠，我不会让你死在这儿的，我们这辈子也要在一起，啊！黑暗在凝望，悠悠，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今天，我一定会带你出去的。悠悠，我还有好多话没跟你说，我还有好多事想和你一起做。在碰撞，挣破一轮亲密的皮囊。你的仓皇离场，记录下不可赦免的谎，学会真情与假意的对位，忏悔恶意的伪装非击溃，是非将心中伤悲，如星般破碎，泪含的泪，爱名为谁？黑暗在凝望，穿透脆弱虚假的面庞，将我灵魂染上，污秽肮脏的忧伤，岁月在膨胀，成我一乱亲密的皮囊。你的仓皇离场，记录下不可赦免的谎，学会真情与假意的对位，忏悔恶意的伪装被击退，是非将心中伤悲，如星般破碎，璀璨的泪，爱名为了谁？3天前，宁海广场临时办公室大火，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项目过往资料全被烧毁，这为宁海广场项目重启蒙上一道阴影。据悉，星耀集团董事长安国轩已经展开调查，严查火灾事故，并加强施工管理，确保融资大会顺利进行。醒了？我睡了多久啊？快1周了。不用担心我，我比你好多了。我前2天啊就已经恢复得七七八八了。我给你炖了梨汤，医生说了，你吸入太多浓烟了，必须吃一点清肺的食物。来，你做的，你可以等我醒了再做的。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醒，就每天做一点备着。我之前昏迷的时候，你不是一直照顾着我吗？现在换我照顾你了。
火灾的时候，有些话没有来得及告诉你，可我不想就这么糊弄过去了。那个时候，我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今天侥幸没死的话，我一定要紧紧地抓牢你。经历了这场火灾，让我深刻地意识到了，意外和明天不知道哪个会先来，所以我不想，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心意被淹没。悠悠，我想和你在一起。哎呀，可惜了。可惜什么了？可惜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就这么付之一炬了。那把火会是谁放的呢？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了，你现在就跟我说这个？啊，我差点忘了一个人。高珊珊。高珊珊有充足的理由放这把火，她不仅恨安国轩，还恨你我。不过，你说高珊珊现在会躲在哪儿呢？找高珊珊这件事，安国轩比我们更着急，让他找去吧。还有可能是录音里那个神秘第三人。我们刚想查他，他就想放火烧死我们。其实，录音里的……哎，你怎么还在这儿？探视时间都到了，家属出去吧。知道了，马上走。等你出院了，带你去散散心。去哪儿？保密，应该会有点远，可能会过夜啊。啊？好好休息，把身子养好。走了。回来了，安董，您的茶。董哥，来得太突然，没来得及跟你说。火灾事故的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工地外有一辆私家车拍到了行凶者的照片，你认认。除了高珊珊以外，还能有谁啊？只是他都已经疯了，只怕他会做出更过分的事情来吧？不就是那个录音了吗？偷录的，不能算证据，即便交给警察，也不能把我怎么样。现在是星耀融资的关键时期，录音一旦曝光，会对宁海广场的项目造成重大的影响。你只有一个目标，给我盯紧融资。高珊珊，这个高珊珊，害你差点被烧死，害她静静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她必须付出代价。
必须付出代价。哎，安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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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总，请跟我来。大夫，安国轩为什么会突然晕倒？毫无征兆。安董的病情啊，初步判断是颅内动脉瘤破裂引起的骤发昏迷。安董需要住院休养，在病情稳定之前，切忌过度操劳。公司的事儿不要让他亲力亲为，如果再次出现，他就非常危险。东哥，现在这安国轩肯定没有精力打理公司了，你打算怎么办？这样，你现在先去跟进一下宁海广场项目的施工情况，尤其是把关质量问题。如果发现任何的可疑问题，立马告诉我。明白。另外一件事，准备的怎么样了？我办事儿，东哥放心。哎，对了，东哥，为什么选在齐家村啊？因为这是第一次，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了。什么？第一次约会就要过夜？不愧是成年人的爱情，发展的这么迅速。哎，我压箱底的宝贝终于能派上用场了，你等着。那少女体香身体乳，白玉无瑕脱毛膏，还有这款经典斩男香，保证悠悠姐从头到脚都散发着欲仙欲纯的心动氛围，把祁东撩得神魂颠倒。啊，你连恋爱都没谈过，哪来的这么多东西啊你？不要看不起人好不好？我游戏都已经3结3离了。哎，对了，如此撩人的夜晚，少不了一套纯欲风性感小内衣。大柱，我和祁东还没发展到这个阶段呢。就住一个晚上，带这么多东西啊？你懂什么？其实，这是我第一次送花。那我们今天去哪儿啊？到了你就知道了，走吧。真是令人怀念的海腥味儿啊！听人说你小的时候，每次一到暑假，就会吵着跟你妈妈说要回到老家，所以在这儿，
你有很多快乐的回忆。今天，我陪你重温童年。背调没少做嘛。话说回来，你也姓齐，你以前也住这儿？谁说姓齐就一定要住在齐家村的呀？那我看你刚才来的时候轻车熟路的。你自己不也说了吗？我背调没少做。唉，可惜了，过去10几年了，这儿的很多地方都认不出来了。今天包在我身上吧，我带你故地重游。相爱总是很好，偶尔幸运闪耀，浪漫还在环绕，是一切美好幸福信号。不快乐，一瞬间全忘掉。Someone like you， 当我发现变成了 someone like you。我最爱的为你所有，就算时间重来，只要你在就。没想到这里都翻新过了，还有一架新钢琴，和当年的一样。姚叔叔当年开发度假村建的这个景点很受欢迎，所以每年都有维护。还记得这首曲子吗？童年的回忆，你爸爸送给你的八音盒里的音乐。那个八音盒还救过一个小男孩。怎么没听你提起过？我跟你说一个故事。我记得那天也是一样，阳光很好，沙滩很暖，可是那个小男孩却往海水深处走去，他的背影是那么的悲伤，好像顷刻间就要被冰冷的海水吞没了。我当时没有办法，只能把八音盒里小女孩的手摔断，然后再把它藏起来，让她帮我找，再以她弄坏我八音盒为由，让她教我弹钢琴。我只是希望啊，她的夏天能变得明媚起来。不过，我却连她的名字都没问过。再后来，发生太多的事情了，渐渐的，我连她的样子都不记得了，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他现在一定过得很好。为什么？因为难过的记忆会被新的记忆覆盖。所以无论当时的他有多么的痛苦，只要以后他每一次听到这首曲子，
他都会想起你陪他度过的整个夏天，所以他一定是幸福的。那就好，那我的谎也没有白说了。你会弹这首曲子吗？When will I find my direction? Where is the play without pen? How to make our love certain? Who can answer, explain? Oh, my question is okay, you say I need drive all day. Oh, drive all will be taking away. Nothing will be afraid. No, I wanna see your soul. When time is enough slow. Walking beautiful, past will and flowers grow. No, I wanna see your soul. Maybe answer is sure that I will be the only one to you. 齐家村远离市区的光污染，所以这也是观测流星雨最佳的位置。而且啊，今天晚上是英仙座1年中最大的活跃期。所以，我们今天就在海边过夜啊？你以为呢？哦，白瞎了我带那么多装备。啊？啊？你说什么？我是说，你看我像是那种会对着流星许愿的小女孩吗？当然不是了。但是，我是那个看见流星雨就会想要带心爱的女孩来看的小男孩。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没想到你还是个这么浪漫的人。我确实不是，但是为了你，我可以是。你先进去，你快进去。我呀，这火不用熄吧？看来今晚的流星雨泡汤了。海边的天气阴晴不定的，我想应该很快就会雨过天晴的。小的时候，我也这样等过一场流星雨，就和今晚一样。说好了要等流星雨的，不能睡。流星只是宇宙的尘埃，被地球引力给吸引，和大气产生摩擦，产生高温和电子跃迁，在夜空中形成光迹。每年落在地球上的流星有几十万吨呢。你这人可真扫兴。走吧，快要下雨了，今晚的流星雨肯定又泡汤了。我不走，我就要看流星雨。
或许我是没有那份幸运吧，不仅没有等到流星雨，更没有迎来雨过天晴，得到的只是我和那个小男孩发了1个星期的烧。你看，雨停了。想不到你这么单纯啊，还相信流星许愿。我原本不信的，但是我遇见了你，我信了。你看，我们像不像流星？穿越了数万亿光年，才终有机会相见。是。只可惜，流星总是转瞬即逝的。本以为你们俩的画风会是成人向的，没想到却走起了纯爱路线。哎呀，只可惜了我那些装备。嘿嘿，我觉得祁东一定很喜欢你，他一定觉得未来和你有很多时间，所以才不急于一时。不过悠悠姐，你不在的时候，阮姨来找你了，3下5除2，她就套出了我的话。她知道你和祁东谈恋爱了。悠悠姐，你别怪我好不好？我怪你干嘛？我本来也没打算隐瞒的。干妈可是我最亲近的长辈，我当然希望能够得到她的理解和祝福啦。只不过我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和她说。可是她知道你们谈恋爱后，很生气的就走了。悠悠姐，你怕是要负荆请罪喽。干妈那个人刀子嘴豆腐心，我只要好好哄哄她，她会原谅我的。一闻就知道是我最喜欢的虫草花鸡汤。你还来干嘛？当然是来看望我最美丽、最温柔、最善解人意的干妈啦。你还知道我是你干妈，样样不跟我说，事事都瞒着我。我这不是来给你赔罪了吗？我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点心，我一大早排队去买的，你快尝尝。你说说你，这么多的大好青年你不选，偏选仇人的儿子。干妈，你不是说过对付敌人就得打起12分的精神吗？祁东的身份你也不是不知道，他跟我一样痛恨安国轩，我们目标一致，都是要让安国轩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你就记住这一句话了。但是干妈要跟你说，人心是很难测的，再亲密的人都有可能背刺你，知道吗？我相信祁东，我们不仅是恋人，还是可以把后背交付给彼此的战友。
东哥，我按照你的指示查了宁海广场项目的每个环节，的确存在问题。他们开工所动用的水泥 C25 混凝土的强度只达到了 C15 混凝土的强度，是原设计强度的60%，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我还查到了阮碧对宁海广场项目非常感兴趣，暗中走访。若是他发现了水泥存在问题，偷偷举报，想必东哥也会受到牵连。你打算怎么办？事情筹备的怎么样了？放心吧，账都做好了，局也设好了。后续宁海广场的工地出了任何问题，这个锅都是有朕来背。老高，我们3个人打下的江山，凭什么让尤震一个人给霸占了？是啊，忍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有个机会把这个绊脚石给清除掉，就这么干他。谁让你进来的？怎么，我不能进来吗？哎，这小子看着跟珊珊年纪差不多啊。哎，是你那儿子启东吧？你刚才都听到什么了？我全都听到了。这鞋太旧了，明天给你买个新的吧。我听到的东西，应该不止一双鞋吧？我这个儿子有点意思。看这个模样和这个神情，确实是你亲生的。说吧，还想要什么？我妈妈现在在人民医院，癌症要做手术，手术费4万元。没问题。不过你要少了，我给你10万，这样你妈妈后续的治疗费就有着落了，包括以后的护工费、营养费，我都包了。我话还没说完呢，我不仅仅要我妈妈的手术费、治疗费，我还要未来10年的生活费、学费。哦，在你开的数字后面再加个0，不过分吧？哎呀，可以呀，小小年纪就知道跟老子讨价还价了，不愧是我儿子，我可以答应你。不过刚才听到的话，给我烂在肚子里，半个字儿都不许透露，否则你跟你妈妈……成交。哪里来的录音？高珊珊发的。东哥，这录音假的吧？这个录音是真的，而且我想，高珊珊应该也发给游游了。高珊珊已经知道游游的真实身份了。安国轩早晚会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时间不多了。我也真没想到，当年的事，祁东也参与其中。你还会觉得他是你值得托付后辈的战友吗？那高珊珊的真实目的就是离间你跟游游啊？现在看来，我倒觉得他是随时会背刺你的敌人。干妈，你知道吗？
启东曾经不顾性命的救过我，他利用过我，却又帮助过我。我相信启东这件事情一定另有隐情的。那天在宁海广场工地，悠悠不惜铤而走险，也要从高珊珊手里抢夺录音。我想高珊珊那天就有所怀疑，后来安国轩利用邮阵去试探悠悠，让高珊珊的怀疑得到了印证。那你为什么不找到高珊珊，拆除这颗录音定时炸弹啊？反而放任他引爆？我原本不想瞒着他，只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也许他对你的感情是真的，但他对你的隐瞒也是真的。祁东是一个私生子，是在底层厮杀的。当年他为了往上爬，不但认了安国轩这个爹，还拿陷害你父亲的事情威胁他。他那颗狼子野心，绝对会超过对你的感情的。你早晚会成为他上位的棋子。可是东哥，你那会儿还小啊，你这么做都是为了母亲。你好好跟悠悠解释解释，他会明白的。不，我了解祁东，他不是那样的人。你有没有想过，你了解的祁东，是他想让你看到的一面。但当年，我确实利用了这件事，我原谅不了我自己，也不奢望他原谅我。如果摧毁星耀的前提是要牺牲祁东，你怎么选？干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已经查到宁海广场项目的材料有问题，原本 C25 的混凝土，现在变成了 C15，这会导致结构硬度不够，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工程质量问题。这个是检举信，里面装的是混凝土采购单的证据。只要我们在2次融资会之前把它投入到检举箱里，就会让星耀集团土崩瓦解。但是这个检举信呢，也会将宁海广场实际的负责人祁东拖下水。刚才那个录音，我会找人验证真伪，但是这件事情要怎么选，决策权还是在你。本来以为祁东只是一个流着安国轩血的无辜受害者，没想到却变成了沉默的共犯。他明明是录音的第三人，为什么不说啊？我相信祁东，他肯定不是故意隐瞒的，这件事情一定另有隐情。如果他告诉我事情的原委，我就把这封信烧掉。对了，悠悠姐，还有一件事情，安国轩住院了。什么？虽然他隐藏得很好，但是已经有小道消息流出。我查了他的就诊记录，颅内动脉瘤，最近一直在医院就医。安国轩的确一直身体都不好，但是在融资会这个节骨眼上住院，我看啊，他就是坏事做尽，阎王爷都迫不及待要收了他。或许他是故意装病呢。不行，我得去一趟医院探探虚实。您好，请问安董住在哪个病房？你是？我是他的儿媳。现在是非探视时间，不能打扰病人休息的。哦，我只是想向医生了解一下病人的情况。不好意思，我们医院有规定，病人的隐私是不可以向任何人透露的。你请回吧。来了。
时间过得真快啊，不知不觉你都长这么大了。我知道，你从未原谅过我。我对不起你妈妈，对不起她。我很自责，很愧疚。对你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我们之间似乎不需要上演这种父子情深的戏码吧？我第一次见到你，12岁，又黑又瘦，长期营养不良啊，看起来好像还不到10岁。我在想啊，你到底是不是我的儿子？是不是老子的种？直到那一次，你威胁我，交了一大笔钱，我才认了。你身上流着我安国轩的血，骨子里跟我一样，都是杀伐果断，六亲不认。早早晚晚，星耀都要交到你手里。七哥哥到底是谁？悠悠，不愧是我儿子，连最心爱的女人都可以背叛。好啊，这个世界什么都抵不过亲情骨肉，更抵不过男人的大好前程。你有没有想过，你了解的祁东，是他想让你看到的一面？人心是很难测的，再亲密的人都有可能背刺你，知道吗？把它投入到检举箱里，就会让星耀集团土崩瓦解。
但是这个检举信呢，也会将宁海广场实际的负责人祁东拖下水。我已经找人核实过，录音是真的。星耀集团啊，10年来一直秉承着品质、创新、诚信的经营理念，致力于房地产行业的开发。而现如今啊，宁海广场的项目亦是如此。我们呢，将赋予宁海广场项目新的建设概念，所以啊，宁海广场的项目将会是宁海乃至是全国商业地产的升级和蜕变的新标杆。我真诚的希望星耀集团能够携手在座的各位，成为共同的一员。安董你好，我们是宁海市安监局的工作人员。近期接到群众举报，宁海广场项目混凝土强度不达标，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他这个是突然，安董，这是怎么回事啊？安董，水泥问题的披露是否说明星耀集团旗下其他项目也同样存在安全隐患？后续将如何整改？还是说要全部拆除？您的儿子祁东作为该项目负责人，您觉得是否需要承担主要责任？星耀集团用随时会爆雷的宁海广场项目召开融资大会，是融资还是骗局？希望安董能给诸位投资人一个交代。各位媒体朋友啊，不要着急，我希望你们把镜头还有手中的话筒对准安监局的工作人员，因为正是我把他们请过来的。你好，能跟我们说一下详细情况吗？经过我们的暗访调查，复验核算了混凝土强度取值，最终得到的结果是，宁海广场项目混凝土强度达到标准，举报属于诽谤。安董邀请我们来，只是为了澄清此事。朋友们，安董，星耀集团这一路走来，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今天这个小插曲啊，正好让大家正面了解星耀集团的工程质量。星耀集团不怕被质疑，更不怕被人匿名举报。反而啊，我要谢谢这个举报的人呐，是他让我们星耀集团的工程质量再一次得到验证。在此啊，我有一件事情要向大家宣布，我呢已将个人名下的所有股份转让给了祁东。董事会已经通过了由祁东担任董事长的决议，从今天开始，祁东就是星耀集团的掌舵人。悠悠，以真实身份相见应该是一件喜事儿啊，我怎么在你脸上看不到半点喜色？我是祁东，是可以交付后辈的战友，他却反手捅了我一刀。换你敲得出来吗？我这个儿子从小就这样，别说是你了，就算我这个老子，他也不留半点情面。
倒是你呀，让我很意外。你比你爸聪明，不过你跟你爸都有个弱点，太过感情用事。你看看祁东，比你清楚多了，他早就知道宁海广场的水泥问题是我设下的陷阱，为的就是让你有所行动，从而让你的身份自爆。恐怕不止于此吧。你还想借这个机会试探祁东是否对你真心？如果他阻止我举报，相当于阻止我自曝身份，就等同于背叛了，自然你就没有资格成为仙药的继承人了。的确如此啊，但祁东没让我失望。他以你为投名状，换得星耀的股份，这个买卖划算啊！请各位相信，宁海广场项目只是个开端。作为你的叔叔，我要给你上一课。这个世间，所有的事物它都有明码标价，亲情、友情、爱情，甚至是生命。所以啊，你在祁东心中的价码，抵不过他的大好前程。星耀集团将在我的带领之下，扬帆远航，闪耀星辰。5年前你给我下毒，5年后你的计划再次落空，这算什么呢？因果报应。拖出去。是。这个世间，所有的事物它都有明码标价。你在祁东心中的价码，抵不过他的大好前程。近日，星耀集团股价大跌，业内众说纷纭。我们宁海财经已经到了星耀集团记者发布会的现场，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听说因为宁海广场投资过大，拖垮星耀现金流。传闻星耀这次危机是因为您和前董事长安国轩父子内斗，星耀现在负债累累。请问这是真的吗？您可以对这件事说明一下吗？今天啊，召开这场新闻记者发布会，主要是要宣布2件事情。第一，星耀集团的资金链确实已经断裂，集团的财务数据存在大量的造假问题。第二，星耀集团前任董事长安国轩先生涉嫌非法转移资产，借着宁海广场项目的2次融资，募集大量的资金转移海外账户，做空星耀。我司已经报警。请问祁总是什么时候发现安国轩转移资产的？为什么现在才选择公开呢？您也牵涉其中吗？安国轩是祁总亲生父亲，您为何要举报他？这跟您私生子的身份有关吗？无论这个人是谁，都必须要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我方现在已经将证据提交给警方，是真是假，我相信我们的司法部门会给各位一个非常明确且公平的回答。近日，我市知名企业星耀集团爆雷，现任星耀董事长祁东召开发布会，承认财务造假，前董事长安国轩因非法转移资金被立案调查。爸，你要去哪儿？江江，我呢约了你杨叔叔去钓鱼，今天晚上就不回家吃饭了。那还会回来吗？
从始至终，我们都是你的妻子，对吗？至少你不是。如果最后赢的人是高珊珊呢？他的下场恐怕和祁东没有任何区别吧。从一开始，我的幸福就是你可以随时牺牲的筹码。如果婚姻可以换来更大的价值，那么我认为它是值得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父女的将来。我到国外安顿好之后，会马上接你过去，好吗？如果，我是说如果啊，爸爸有什么意外的话，你要第一时间离开，记住。爸，爸，爸！安叔叔，是不是在找渔船钥匙啊？游游，你总是让人感到很意外啊。安董就要逃出升天了，我怎能不送你一程啊？您曾和我说过，这世间一切事物早就标好了价码。那您看，这串钥匙值多少钱呢？你开个价，我照单全收。那安董您的命又值多少钱呢？让我想想。呀，您的命一文不值啊！既然你不想让我走，那你也别活了。这就是你们俩给我演的一出戏呀！你装病演了一出独角戏，我和游游回敬你一台双簧，很公平。什么时候开始的？不好意思，这些都是安董的药吗？是的，他的用药量都正常吗？安董的用药量都正常。
辛苦了。东哥，确实是抗肿瘤的药，没问题。这是葡萄糖。不愧是我儿子，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密不透风的墙，所以你早就知道水泥问题是我设下的陷阱，故意引悠悠出来，解开他的身份，让我误以为你们决裂，好取得我的信任，对吧？七哥哥，到底是谁？悠悠。安导，七哥哥刚才在门口都听到了，一切按原计划进行。既然安叔叔这么想知道我的身份，那不如由您的亲儿子告诉你，这样我的身份才曝光的更有意义，不是吗？不行，我得去一趟医院探探虚实。悠悠姐，我就是录音里的第3人。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我？一开始，我是觉得时机不成熟，我担心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任就此坍塌。后来我2次想要告诉你，但都被意外打断了。再后来，我发现安国勋在装病，他在酝酿一个更大的阴谋。我担心节外生枝，所以决定先不告诉你。还有吗？我承认，是我贪心了。我想和你有一个正式的约会，我不想错过这份美好，即便我知道，你在知道事情的真相之后，我们的关系会像流星一样消失。但我也想记住它划过天空的那一刻。我理解你。从现在起，这件事情翻篇吧。星耀集团的财务怎么会亏空的这么厉害？这即便是宁海广场项目完成，也填不上这个窟窿啊！集团的财务数据存在大量的造假问题，表面繁荣昌盛，实则千疮百孔，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了。那些亏空的钱都去哪儿了？安国轩的口袋，我调查过，其实他早就在进行资产转移。现在想想，他的阴谋早就已经开启了。他根本就不在乎是我还是高珊珊上位，因为他找的不是一个继承人，只是一个替他扛雷的傀儡罢了。我想，安国轩之所以装病，就是想让我尽早接班，做他的替罪羊。看来安国轩是在借你的手完成宁海广场项目的融资，在暗中将资产转移，捞最后一笔。这么说来，我们得尽快拿到他之前转移资产的证据，在星耀暴雷之前，将他绳之以法。安国轩转移资产的时候做得天衣无缝，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线索。就算我们提前曝光他，他也能将自己摘得一干二净。所以这次融资是最后，也是唯一的机会。那我能做什么？悠悠，我要你陪我演完这出戏。
计划正式启动。好，好啊！你们俩给我演了一出好戏呀。不过你别忘了，他身上流的是我的血，跟我是同一种人。你错了，他和你不一样，因为他从来没有因为利益而牺牲过感情。今天不会，不代表他明天就不会。今天他为了把我拉下马，不顾父子之情，明天就可以为了别的利益背叛你们的感情。我们之间好像并没有什么父子之情可言。你当年对我妈做过那种事，落到现在这个下场，也是你应得的。你果然跟你妈一样，都是吃里扒外的东西，贱骨头，贱骨头！我养了你那么多年，你身上流的是我的血，你的命都是我给你的。你敢背叛我？你敢背叛我？你不能背叛我，不能背叛我，不能，不能，不能！当年你栽赃陷害我爸，金蝉脱壳，现在你躺在这里，再也逃不了了。这才是天道轮回，因果报应。不过你放心，我不会杀你的。我早已不是过去的那个悠悠了，现在的我更希望你好好活着。我要让所有人知道你的罪行，我要让你亲眼看着自己的帝国坍塌，我要让你活着比死了更痛苦。你为了上位，你可以舍弃爱情、友情，甚至是亲情，下场必定是众叛亲离，一无所有。道歉，道歉。安国轩，现在我们两清了。大仇得报，感觉怎么样？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哪里不一样？我幻想过无数次大仇得报的场景，却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有落日，有晚风，还有你陪在我身边。你干嘛一直盯着我看呀？我想记住你这一刻的笑容，永远记住。
祁东，你涉嫌协助安国轩转移资产，请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怎么回事？虽然你能原谅我当年的事情，但是我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想要扳倒安国轩唯一的办法，就是我配合他完成最后一次资金转移。我想，这就是我当年的不作为应该要有的代价吧。悠悠，一切都结束了。我希望你可以重新开始你的生活。说不清的话，看不清的事，躲不掉。爱意多喧闹，幸福多转角，找不到。太多复杂，都得过且过。假如一切重来过，或许是种解脱。坚持这份爱，但更多的是受不了。我又何必去反复的彼此打扰？时间冷却，好像在附和。或许你我都放不开拥抱。都想为爱停留，多荒唐，太多难料，悄然的等信号无解药，谁的付出甘愿忘掉，落的泪无处可逃，多不安，再多不甘，谁最后选择把手松掉，却又想把这份爱转等待案件的最终审判。你呀，还是跟小时候一样，一遇到一些事儿吧，就把自己关起来。还好今天干妈来看你，你还能陪干妈出来走走。这次是干妈看错了，祁东是个好孩子，他为了帮你扳倒安国轩，不惜以入狱为代价。可是，他就非要走到这一步吗？他也许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偿还你。不管过程怎么样，我们摧毁星耀的目标已经完成了。你不能反而把自己困住了。你现在啊，有什么想做的吗？我当时就是王牌飞行员。爱吃的。你这个炮打过去不就好了吗？啊，小鸟。你好。我找尤震。你是他什么人？我是他女儿。哦，尤震在那儿呢。我是你爸爸。
哎，不要装束。不要这么爽，放下来。好。带你去洗手好不好？洗手。爸。哎，谁都不能阻止我种玫瑰，不能！你看，好了啊，我给你带什么了？这不是我的紫玫瑰，我要自己种。好，你挖的坑太浅了，种不出玫瑰的。我帮你，来。我有很多玫瑰的种子，我陪你一起种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种好多好多的紫玫瑰，好不好？不哭啊！你手被玫瑰刺伤了吗？那你要做爱情之神吗？染红玫瑰？你也想成为爱情之神吗？染红玫瑰？我不喜欢紫玫瑰。爸，你认识我了。我知道你不喜欢紫玫瑰，但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愿意陪我种玫瑰，所以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很多年前，我在向阳花圃存了很多很多紫色玫瑰的种子，你帮我取回来好不好？好不好？好，你告诉我怎么取。那些种子，放在仓库的储箱里，密码是，我女儿的生日。不要告诉别人啊！嘘。你好，哎，我想找一下向阳花圃的老板。我就是，有什么事儿啊？我想取寄存在这里的紫玫瑰种子。存多久了？15年。在那儿。啊，谢谢。有真，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我一直找不到你，想你想得发狂，我只能不断给你写信。有真，你说
我是你生命中那朵解语花，热情明媚，善解人意。所以我把你最爱的紫玫瑰纹在了脚踝上，它就是我们相爱的印记。你终于认清自己的心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为什么？你明明承认了对我的感情，却要跟我分手？我不接受。有件事，我必须当面跟你说。秋千公园，不见不散。秋千公园，我是去找过齐兰，可是害死他的人不是我，是你。我的玫瑰呢？你们把我玫瑰怎么了？把我玫瑰还给我，不然我让你们都陪葬！爸爸，你在干嘛呀？我走了，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很多年前，我在向阳花圃存了很多紫色玫瑰的种子。我是去找过齐兰，可是害死他的人不是我，是你。帮我选条领带吧。花之下藏刺，看来我们是越来越合拍了。除了你，没有人伤得了我。你今天就在家等我凯旋。电脑密码0721。
今晚的酒水有人包啦！太好了！只要以后他每一次听到这首曲子，他都会想起你陪他度过的整个夏天。你看，我们像不像流星？穿越了数万亿光年，才终有机会相见。只可惜，流星总是转瞬即逝的。不凡，我在密室，我什么都知道了。原来我和他15年前就认识了，可我却一直都没有认出他来。我一直以为是我救下了那个小男孩，可我没想到是他一直在守护我，还一次又一次的救了我。你说他怎么那么傻？为我做了那么多，却一个字都不肯说，还任由我误会他，利用他。东哥说过，他做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即使15年的守候，换来只是和你短暂的相爱，他也心甘情愿。东哥的母亲并没有为了上位不择手段，是安国轩强奸了他，并且为了掩盖他的那些罪行，故意去散播谣言。
他母亲的死，是不是也和安国轩有关？他母亲患有乳腺癌，3期。但真正杀死他母亲的不是癌症，而是安国轩。东哥从小跟母亲相依为命，虽然日子过得清贫吧，但却简单快乐。妈妈，你去休息吧，我来吧。东哥母亲身体一直不太好，在他12岁那年，被查出了乳腺癌。东哥不得已去找安国轩，希望安国轩能出医药费救他母亲。但是东哥拿着医药费回到家的时候，他却愤怒地喊着让东哥把钱还回去，并让东哥永远不要和安国轩扯上关系。没想到，安国轩为了让东哥回到安家，暗中使用肮脏手段，故意延误治疗最佳时机，这才导致东哥的母亲不治身亡。我记得那天也是一样，阳光很好，可是那个小男孩却往海水深处走去。不过，我却连他的名字都没问过。再后来，发生太多的事情了，渐渐的，我连他的样子都不记得了，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他现在一定过得很好。启东，原来是你，我一定要让你好好的。还记得这个八音盒吗？我摔碎了它，你修好了它，就像15年前。我的人生因为家庭变故而支离破碎，是你一直在努力拼凑破碎的我，才让我没有堕入深渊，被仇恨蒙蔽双眼。你怎么什么都不告诉我？启东，启东，我在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什么？你说你不要下辈子，你就要这辈子。
所以这一次换我来守护你，好不好？想要扳倒安国轩唯一的办法，就是我配合他完成最后一次资金转移。喂，小破，启东当时为了掌握安国轩转移资产的证据，的确签了一些文件。启东违法也是事实，但想要戴罪立功，酌情减刑，需要配合警方找出关键信息，寻回那笔资金。好的，悠悠姐。嗯。这个顺着这个线索查下去。来吃点东西。谢谢。悠悠姐，查这个账户，和这个账户关联的都查一下吧。找到了，悠悠姐。这还是多亏了悠悠姐给我提供了思路，让我另辟蹊径。警方从安国轩那边入手调查，我们就从高珊珊这边入手，这才找到了索特尔这家幽灵公司。索特尔的幕后注册人是高珊珊，安国轩以女婿高珊珊的名义注册了索特尔在内的5家海外公司，用来转移资产，并且以高珊珊的身份信息在瑞士银行开通了一个高保密账户，收敛资金。东哥说过，高珊珊从医院逃跑之后，被一个神秘人给接走了。这件事情的背后，一定有另外一双眼睛在盯着我们。看来必须要找到高珊珊，一切的问题才能得到答案。包在我身上。安国轩以你的名义在瑞士银行开了账户，他转移的所有资产都在这个账户里。只要你能找到账户密码，就能东山再起。悠悠姐，我通过高珊珊之前发邮箱的 IP 地址定位到了这里，高珊珊很可能藏在这儿。那我们分头行动，我去2楼，你们2个去3楼。好。
高珊珊！别跑！高珊珊！高珊珊！瑶瑶姐，高珊珊，别跑！悠悠姐，不要！没事吧，悠悠姐？别管我，快追高珊珊，快去！好。慢点。静静，是我，别怕，是我，珊珊，珊珊，珊珊，静静，你要是不信任我，觉得我会伤害你的话，你可以报警，我不会跑的。反正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牢笼。你走吧。我不走，我哪儿也不去。没有你在我身边的日子，我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这段时间，我终于明白了，你对我来说有多重要。你的额头流血了，我给你擦药吧。疼吗？你还是和以前一样。珊珊，我们回不去了，就像我这双腿一样，永远站不起来了。我承认，我恨安国轩。我父亲因为被他陷害，惨死在了监狱里。我不想像他一样，一辈子被安国轩踩在脚底。你别说了，我要说，我要把心中所有的真实想法都告诉你。对，我那个时候为了上位，曾经利用过你，为了跟你在一起，不择手段。可是你忘了吗？在我父亲没有出事之前，我曾经真心追求过你。那时候的你，顽强无瑕，高贵如纱，我只能仰望你。如果安国轩没有做那些事，即便我知道自己配不上你，我也会拼尽全力，让自己有一天能够得到你的关注和青睐。后来，我得到了你，我暗自发誓，你的腿因为我而伤，我这辈子绝不会背弃你，我会一生一世对你好。这些年来，我也从来没有背弃过自己的誓言。静静，你告诉我，
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朝夕相处了那么多年，你就真的愿意放下这段感情吗？那我们就把这段感情延续下去。宁海有太多人和事阻碍着我们，我们离开这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把这些都丢掉，好不好？好。静静，你听我说，你爸爸用我的名字在瑞士银行存了一笔钱，你把密码告诉我，我们用这笔钱重新开始，好不好？我爸经常用我的生日倒过来做密码。我爸经常用我的生日倒过来做密码。密码到手了，高珊珊已经没用了，你知道该怎么做了。悠悠姐，你脚伤怎么样了？要不我们还是去医院吧。是啊，东哥要是知道你脚受伤了，估计得心疼坏了。我没事的，跟他为我做的比起来，我这点伤又算得了什么呢？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找到高珊珊。这小子狡猾的很，这次跑了，估计很难抓住了。不过以小破的技术，应该很快就能把他挖出来。我发现他的时候，他原本就打算离开，好像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你们说，对现在的高珊珊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呢？高珊珊肯定是想办法出国，把钱取走，东山再起。安国轩只是借用高珊珊的名义开户，高珊珊未必知道密码。那最有可能知道密码的人只有安静静。安静静给我发消息了，果然不出所料，高珊珊就在安家别墅。高珊珊呢？已经跑了。那密码呢？喂，你说什么？找我？姐姐，姐姐，不要哭，为我这样的人不值得。你这辈子没遇到我就好。
快准备抢救！啊，好。或许我真的很傻，直到现在，我还相信高珊珊是爱过我的。珊珊一直在骗我，但我也骗了她一次，告诉她银行账户密码是我生日。我和珊珊算是两不相欠了。这是真正的密码，这个密码是我爸成为星耀董事长那一天的日期。安国轩这一生最风光的时刻，却是靠陷害别人得来的，可悲。所以，我不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你带着他去救启东吧。玫瑰，悠悠姐，不凡刚才打电话来说，找到的数目资金吻合，算是重大立功表现。再加上祁东主动认罪和积极配合调查，律师有信心打好这场官司，帮祁东减刑。我也有信心。悠悠姐，你从苏黎世回来就涂涂画画的，在画什么呀？我在瑞士银行遇到了那个玫瑰纹身的女人，银行经理和我说，她在我前面取过钱，不过密码不对。可是她怎么知道安国轩的海外账户和密码？我还以为除了我们之外，只有高珊珊知道呢。难不成藏在高珊珊背后那个人就是玫瑰？很有可能。之前我和祁东也分析过，当年我爸遭到陷害，身边一定有一个亲信的人和安国轩里应外合。现在想来，应该是因爱生恨，想要报复我爸的玫瑰女人。我拿图纸去打听当年的纹身师，就不信挖不出来。根据新闻最新报道，星耀集团资金暴雷案件最新进展，前董事长安国轩涉嫌转移的公司资产尽数追回，祁东因表现良好戴罪立功，获准减刑，经由全体股东决议恢复其星耀董事长职位。
说不清的话，看不清的事，躲不掉。爱意多喧闹，幸福多转角，找不到。太多复杂都我们可是拉钩盖章的，你教会我弹这首曲子，100年不许变。或许是种解脱，坚持这份爱，但更多的是受不了。我又何必去反复的彼此打扰？时间冷却，好像在附和。或许你我都放不开拥抱，都想为爱停留。多荒唐，太多难料，悄然的动心毫无解药。谁的付出甘愿忘掉，落的泪无处可逃。多不安，再多不甘，喜欢谁最后选择把手松掉？这些照片都是从哪里弄来的？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秘密，我很喜欢。你守护了我这么久，我为你做这些，算不了什么。好神奇啊！神奇什么？小的时候，那个又黑又瘦的小男孩，现在居然长成这样了，害得我呀都没有把你们联系起来过。怎么，不满意啊？相当满意。被这样一个男人守护了15年，是多少女孩子梦寐以求的事情啊！所以，以后就换我来守护你吧。一言为定。那拉钩。Now I wanna see you smile when time is enough slow. Walking beautiful past brilliant flowers grow. Now I wanna see you soul. Then the answer is sure that I will be the only one to you. Every day be with me, oh baby. Every night hold me closer, baby. I'm not forgettable, love that you give me. Now I wanna see your soul when time is enough slow. Walking beautiful past willing flowers grow.
that I will be the only one to you.你是怎么发现的？嗯？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凡事都要跟我争个输赢呗？要怪就怪你自己，这套路啊早过时了。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得找一个新的套路，能让你心甘情愿的服输喽？是不是？哎，到糊了。重要吗？当然重要啦，着火了怎么办？这是什么？不管你有什么事，都可以跟我说的。照片上的人，就是我爸口中的玫瑰，也是高珊珊背后的神秘人。当年还和安国轩合谋陷害了我爸。说来也可笑，其实当年我明明见过那个女人的，可是我什么都没能做。如果我能早一点发现，是不是我就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我妈妈也就不会死了。我小时候也犯过同样的错误，我完全能理解你。但是我们不能拘泥于过去，这样只会伤害我们自己而已。其实，当年所有人都说是我爸爸害死了我妈妈，可是我从来没有相信过他们的鬼话。15年了，我一直坚信我爸是无辜的，也是凭着这口气，才斗倒了安国轩。我以为我终于可以证明我是对的，可我没想到，错的最多的就是我。我爸他根本不无辜，他就是害死我妈的罪魁祸首。而我所坚持的这一切，才是最大的笑话。那天，我得知真相之后，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这么多年，我拼尽全力活下来，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小的时候你孤身一人，你肯定得抓住眼前唯一的希望，才能活下去。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你现在有我了。现在当然不一样了，因为你的出现，我的人生就有了新的意义。不管接下来你要做什么，我都会陪着你的。
玫瑰害死了妈妈，我一定要找到她，也一定要让她付出代价。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完成。宁海广场承载了我妈妈太多的心血，可她活着的时候，却没能将它变成现实。我一定要完成她的心愿，把宁海广场建成。好。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完成。宁海广场承载了我妈妈太多的心血，可她活着的时候，却没能将它变成现实。我一定要完成她的心愿，把宁海广场建成。相爱总是很好，偶尔幸运闪耀，浪漫还在环绕，是一切美好幸福信号。不快乐，一瞬间全宁海广场的重建不仅可以完善城市功能，还能给城市注入新的活力。请看大屏幕。当我发现变成了 someone like you， 我最爱的为你所有，就算时间重来，只要你在就安心。Someone like you， 牵你的手，我就是 someone like you， 交换永恒把你左右，把眼泪流从前，幸福蔓延到永远。妈妈，我一定会让宁海广场成为宁海的骄傲。项目重启比我预想的还要顺利，现在就只剩下一件事情了。别着急啊，这段时间啊，蒲凡和小破也都没有闲着。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方式去打探这个紫玫瑰纹身究竟出自于哪个纹身师之手，我想很快就会有答案的。喂，悠悠姐，我找到纹身师了，马上把他带过去。好。哎，这个玫瑰是我当年最得意的作品啦。我记得纹身那个也是个女人，好像就叫玫瑰啊。那玫瑰是真名还是艺名？对喽，我又不是警察，我问那么多吗？客人给我钱我就做了。那您还记得她的模样吗？不记得啦。你再好好想想呢。我每天很贵的啦，每个小时。其实我这个人对我的客人都是过目不忘的。当年这个女人好像跟我说过，她有个男朋友叫尤震，是星耀集团的老总，好像后来出事了。新闻上说他贪污害人，如果你们能找到他，他应该是最清楚的。以后如果你们需要纹身，找我啊。他有一句话倒是提醒我了，当年的事应该找当年的人打听才对。阮姨，启东出来这么大的喜事啊，我们一直没时间聚，今天呢，咱们终于有时间庆祝了。来，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就是根据悠悠的口味做的，你别嫌弃啊，多吃点，别客气。谢谢。来，小心烫啊。干嘛？这段时间光顾着忙宁海广场项目的事情了，都没顾得上来看你。这样吧，我先自罚一杯。哎呀，好了好了，
不过据我所知呢，虽然安国轩之前的款项已被追回，但是星耀集团负债累累，已经面临着破产边缘。2次融资会之后的暴雷，更是让很多的投资方纷纷撤资，不再相信星耀集团的承建能力。这个项目的缺口真是不小啊。这个呢，是我根据宁海广场的现有情况做出的设计方案，也结合了当下投资方最喜欢的商业元素，说不定能拉来一些资金，缓解一下你们的燃眉之急。我希望能帮到你们。让干妈费心了，不过不用了，怪我没来得及告诉你，项目缺口已经补上了。让他起死回生一定很辛苦吧？其实啊，出力最多的是祁东，是他一趟一趟跑住建局，让领导们重新信任了星耀的承建能力。星耀也在住建局的帮助下，协调说服了多方投资人增资扩股，这才把项目缺口给彻底补上了。其实宁海广场本来就是政府的重点项目，我呢顺水推舟而已。最重要的是，游游拿出来的设计方案是根据齐阿姨的设计图纸进行了改良以及优化，获得了一致的好评，这才是项目能够重启的关键。齐兰的设计理念啊，确实很超前，就算放到现在也是耳目一新。你们2个就不要互相吹捧啦，都有功劳。悠悠啊，以后遇到事情第一时间告诉干妈，听到了吗？谢谢干妈。祁东，你也算是我半个女婿了。之前我确实是阻挠过你和悠悠，但是后来你对悠悠的好，我也看在眼里，所以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以后啊，咱们一家人，一条心，我们一起去保护悠悠。一定。干妈，你和祁东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2个人，谢谢。傻孩子啊，咱们一家人不说两瞎话。快吃，都凉了。来，来。刚才听到的话，给我烂在肚子里，半个字儿都不许透露。成交。这汤真鲜。对了，干妈，我还有件事情。悠悠，原来阮姨和你爸妈是大学同学啊，怎么没有听你说过呢？你才知道啊？我还以为阮姨和你妈妈是闺蜜，你爸爸才是插足的第三者呢。别乱说。不好意思。其实祁东猜的也没错，我和他妈妈确实是高中闺蜜，我们2个最后上了同一所大学，选了同一个专业，还住在同一个寝室，关系啊，当然是比别人更亲密了。也是那个时候，我们认识了你爸爸尤震。大学时，我们3人几乎算得上是形影不离。毕业后，齐兰和尤震结了婚，
我还担心他们有了自己的小家，就没有了我的位置。是我想多了，即使结了婚，我依然是他们最亲密的朋友。悠悠出生前，我已经预定好了干妈的身份。你出生之后，第一个抱你的不是你爸爸，是我。干妈，幸好还有你。傻孩子，说什么呢？啊，对了，你刚才问我什么呀？哦，我想问你这个鸡汤的配方，我想等学会了以后给祁东做。这还不简单，下次早点来找干妈，干妈教你。好。刚刚为什么不让我问干妈关于玫瑰的事情？因为我怀疑她就是玫瑰。不可能！为什么？虽然当年我在安国轩那儿只看到了她和高琴，但是我还发现了一枚女士的胸针，和她在照片里戴的是一模一样。这枚胸针的款式很常见啊，又不是独家定制的，或许只是巧合呢。况且你刚刚故意碰掉筷子，是为了看干妈脚踝上的纹身吧？可她没有纹身，对不对？但是我们也曾经分析过，以你爸爸的谨慎风格，除非是亲信出卖，安国轩是没有办法将所有的罪责推到他一个人身上的。而且最近玫瑰再次现身，能在安国轩眼皮子底下掌控高珊珊，指使他纵火烧资料，并且还能提前一步到达瑞士银行，这一切的一切都围绕在你一个人身上，你不觉得巧合太多了吗？可是我们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啊。这些我会调查清楚，我也很希望与阮叶无关。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我跟你说了，别再来缠着我了。我就想缠着你。我来是有话要跟你说的。我怀孕了，你不开心吗？那你打算怎么办？我当然是生下来了。你不是很喜欢女儿吗？我打算给她起名，也叫悠悠。这样，我们两个就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女儿了。阮碧，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我们俩已经结束了。我有家庭，我们俩是不可能有结果的。而且，我只有一个女儿，那就是悠悠。爸爸，你在干什么？我走了。我跟你说，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有朕，有朕，有朕！悠悠，爸爸刚才给你买冰淇淋，可惜啊，让阿姨说冰淇淋卖完了。很遗憾，孩子没保住。
女儿乖，妈妈已经快完成所有的计划。当年伤害过我们母女的人，现在都已经付出代价了。刘真疯了，秦岚死了，安国轩后半辈子也彻底毁了。现在该轮到瑶瑶了，她夺走了你的一切，夺走了你的生命，夺走了你的名字，夺走了你的父海。我要让她失去所有，绝望至死。不凡，想办法把瑶瑶的检举信弄到手，和这封信上的字迹做一份对比。东哥，那封检举信不是阮碧交给瑶瑶的吗？难道你在怀疑？放心吧，东哥，我立刻找最专业的团队加急鉴定，48小时之内给你结果。东哥，检举信和情书的字迹比对结果出来了，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如果他足够谨慎，这10多年的时间，也足以将所有的痕迹掩盖了。有可能是搞错了吧？没错，阮碧就是玫瑰。不凡，你先出去吧。所以你查到证据了？那天我回到公寓，想到你说的话，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我妈妈的墓地，我想找她说说话。你好，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昨晚台风暴雨，墓地冲垮了，我们正在维修呢。那张 B 超单上的时间和信中所说的怀孕时间完全吻合。我还一直以为那块墓碑是阮碧为我而立的，却没想到是为了祭奠她未出世的孩子，而且也取名为悠悠。还有那枚胸针，她也一并埋葬了，想必是恨极了我爸妈。我给了管理员一笔钱，让他处理好了。
所以这2天，你一直一个人独自消化这些情绪啊？阮碧他明明害了我爸妈，却对我那么的好。这些年，我真的当他是我唯一的依靠。可我到现在才明白，他一直都在利用我。还有5年前，你让我假死金蝉脱壳，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已经在利用你我，坐收渔利了。启东，是你唤醒了我，让我认清了现实。所以，无论他阮碧是真心还是假意，都不重要了。他害了我妈，又和安国轩合谋陷害我爸，还杀死了高珊珊，这些都是事实。他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的。不过他隐藏得太深了，之前的犯罪证据根本无从搜寻，所以我必须要逼他主动出击，暴露破绽。看来你心里早就已经有计划了。怎么约我到这里啦？怎么了？干妈，我爸妈当年有没有跟你提过一个名字？玫瑰。听过，前几年去看过你爸，他嘴里一直喊着玫瑰。怎么了？玫瑰是我爸的出轨对象。你怎么这么确定啊？我爸藏了15年的玫瑰种子，里面有他和那个女人的信。不可能，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尤正和齐兰他们俩的感情我能不了解吗？他们俩彼此深爱着对方，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的。如果不是亲眼见到那些信，我也不愿意相信这些是真的。干妈，我妈真的什么都没有跟你讲过？其实你妈妈呀，她是一个看似柔弱，但是最不喜欢示弱的人。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那她也一定会藏在心里的。上一代有上一代的事，你也不要想太多了。现在妈妈去世了，爸爸又是这么个情况，你也无从查证啊，就让它过去吧。过不去的。那个玫瑰到现在都没有收手，他不仅操控了高珊珊，还想要拿走能救祁东的那笔钱。其实我见过他2次，一次是在瑞士银行，另外一次就在这里。不过当年我不明白那意味着什么。后来我在他和我爸的信里发现，那天他告诉我爸，她怀孕了。不过那个女人终究是输了，我爸他选择了家庭，选择了我，所以即便她怀孕了又能怎样，一样抓不住我爸的心。那个本该是我妹妹的女孩没能来到这个世上，我想我本该难过的，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却为她感到无比的幸运。因为她的母亲是一个伤害别人家庭的第三者，还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所以即便她被生下来，被这样的母亲抚养长大，也一样不会幸福的。干妈，你之前说过，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找你。
所以你一定要帮我把它挖出来。放心，干妈一定会全力以赴。谢谢你，干妈。不过眼下宁海广场重启在即，那是我爸妈共同的心血，所以我一定要让这个小三看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想要的永远都得不到。我们即将迎来宁海广场的正式动工。首先，有请宁海广场项目总设计师齐格格小姐上台讲话。大家好，15年前，有一个女人曾在这里对她的女儿许下一个诺言，会把这里建设成一个会发光、会唱歌的超级8音盒，让这里成为所有宁海小朋友的童年回忆。这个女人就是宁海广场项目的前任总设计师齐兰，而我就是她的女儿游游。如今，宁海广场的设计方案就是在我母亲设计初稿的基础上完成的。当然，我也会拼尽全力兑现她当年的诺言。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让友友身败名裂，毁掉宁海广场项目。好的。要把车子了，看好。近期备受瞩目的宁海广场项目重启动工建设，然而项目开工没有多久就出现了坍塌事故，致使多名工作人员受伤。根据了解，现任总设计师齐格格的真实身份正是前已故总设计师齐兰之女，而此次的设计呢，齐格格也是基于齐兰的设计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改造。请大家冷静，赔偿，赔偿！大家稍安勿躁。赔偿！15年前，宁海广场发生意外坍塌，时至今日悲剧再现。你认为建筑图纸在事故中是否应该承担重要责任？大家好，我是宁海广场现任总设计师游游。对于本次事故，请允许我向大家澄清一下。宁海广场的建筑图纸早就经由专业的建筑评估机构进行过详细的安全评估，以确保建筑结构的安全性、合规性以及稳定性，是完全符合建筑施工的安全要求的。这都是你们联合起来骗人的把戏！好，冷静，各位冷静一下。来，各位听我说一句，现在事故还在调查当中，请各位给我们3天的时间，我保证还给各位一个真相。什么真相？我的儿子就是被你们害的，他的伤你们要怎么赔？赔偿！赔偿！我们要赔偿！赔偿！有什么事儿冲我来！干不了活了。
干妈，阮总，听闻您跟已故的总设计师齐兰是挚友，您认为齐兰的设计是否有缺陷呢？齐兰的确是我的知己闺蜜，她的死我很痛心，但是我敢用人格担保，她绝对不是你们口中所说的不负责任的设计师。尤尤作为她的女儿，更是青出于蓝，我100%相信她的能力。真正事故的原因，如果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绝不推卸。我在这里代表尤尤向大家承诺，你们每一位受害者都会得到我们最高规格的赔偿和治疗，所以请大家放心。可是据我们所知，在这个事故发生了之后，很多投资人纷纷撤资，那宁海项目其实也面临破产，您从哪里弄到钱来兑现这个所谓的承诺呢？你没有钱怎么赔偿啊？我再次重申，宁海广场的项目不会停工，资金缺口将由碧海集团来填补，我也会带头融资，将项目继续推进。至于你们大家担心和顾虑的设计问题，请大家放心，我会重新拿出一套方案给到你们，请大家相信我，一定不会让你们重蹈覆辙。干妈，一定是那个女人在动手脚，一定是她，除了她，我想不到第二个人了。你先别着急，我们现在先要搞清楚，她在我们工程当中动了什么手脚，才能把她揪出来。这事交给我吧。不行，现在尤尤是最脆弱、最需要你的时候，你陪着她比什么都重要。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查出来。你们等我信儿。当务之急啊，是要把这个项目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这是你妈妈的心血，不能再毁于一旦了。可如今各方撤资，资金缺口过半，很难再补上了。我刚才说的话，不是在应付记者。我会入股这个项目，并且我会发动我身边所有的资源，帮这个项目找到新的融资。我绝对不会让这个项目重蹈当年的覆辙。干妈，对不起，我又把你牵扯进来了。我怎么总是让你为我操心？你说什么呢？你是我的女儿，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好点了吗？好多了。就是想到阮碧那副假惺惺关心我的嘴脸，我觉得恶心。放心吧，这出戏他唱不了多久了。他今天提出入股宁海广场项目，不就是想趁火打劫，借着这次塌方事故，成为项目最大的股东吗？那就如他所愿，先让他入局。他在你的刺激之下，已经露出了马脚，气急之下制造的塌方事故，漏洞百出。不凡目前正在24小时监控他，我相信不用多久，就能找到动手脚之人。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一定很快能查到他犯罪的证据。最后，我们再将他踢出局。等到软币落网之后，这笔资金也会继续留在项目之中，也算是借他之手，让宁海广场完工了。东哥，查到了，我偷偷安装的监控拍下了整个过程，没想到还是个熟人。谁？满意吗？满意。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毁掉宁海广场项目。好的。你做的每一件事我都很满意。
在安国轩身边隐藏这么久，他落到这步田地，都不知道你会是我的人。哦，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不让芭比姐直接暴露悠悠的身份呢？你呀，最大的优点就是简单。那么早暴露悠悠的身份，我还玩什么？我就喜欢看他们狗咬狗。说吧，接下来做什么？这段时间啊，你去海州避避风头吧。那你呢？坍塌事故只是一个前戏，重头戏呀，还没开演呢。现在这个赵科是一切的突破口，务必找到他。明白。醒了。不凡已经查到赵科的航班信息了，他坐今天的早班机去了海州。他逃不了的，我们现在就出发去海州。不行，我得留在这儿。为什么呀？如果我现在走了，就会打草惊蛇，令阮碧起疑，所以只有我留在这儿，才能让他放松戒备。可是我不想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我一直在想，阮碧明明有那么多次机会杀我，却为何一直把我留在他身边呢？我想，因为他恨我，他恨我夺走他女儿的一切，所以他想要一点点毁掉我。机里藏机，变外生变。他只顾着毁掉我了，却不知道你已经绕到他身后，釜底抽薪了。但是我还是不想你冒这个险，失去你的代价，我承受不起。启东，我知道，我对你来说很重要，你对我也是一样的。海州之行同样危机重重，可是我相信你能保护好你自己，所以我也希望你能够相信我。去这艘船是吧？是。走吧。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稍后再拨。瑶瑶，吃饭了吗？
快来尝尝自己做的手艺如何？怎么了？味道太重了，我吃不惯。试试干妈给你准备的生蚝。我有个朋友啊，在香港开了蚝吧，每年呢都会给我空运上一箱，新鲜的很。而且吃生蚝啊特别讲究，一个不对就会浪费了。先看看我怎么吃。吃生蚝啊讲究一个字，吞，这样呢才能保证生蚝最大的新鲜度。你也试试。生蚝鲜吧？这是法国的茼蒿，也叫做蚝王。柠檬鸡肺功夫，比起生蚝可算不得什么。而且这套生蚝是我专门为你做的，里面添加了特别的材料。什么材料？你知道印第安人是如何捕狼的吗？有一个叫做 Wolf Killer 的小东西，不用兵器，也见不到血，把金须用蜡线捆好，外面再裹上一层脂肪球。狼把这个东西吃掉，胃酸会熔断它的蜡线，金须崩开，吧，死撑活挨不了几天，最后啊还是逃不过个死，摇摇晃晃走几步就倒了。我一直在想啊，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用在人身上啊？但唯一的难题是如何喂人吃到肚子里。印第安人呢是把这个东西塞到动物的尸体当中，放到廊道上，而我呢就想到了蚝，一口吞，不许嚼。干妈，你和我讲这些做什么？悠悠，死到临头就没必要再演了吧？你早就知道我是玫瑰了。也许是我的女儿冥冥之中在提醒我。那天我做梦梦到她，我就去了墓地，发现墓地被翻新过。调查了监控之后，翻新那天你去过，还看到了盒子里的东西。Wolf Killer 是我送你的第一道礼物。第二个礼物，我随身会携带屏蔽器。你个小狐狸愿意送上门来，是想引诱我说出当年尤振如何被陷害，和齐兰意外身亡的真相是吧？然后再把他们录下来发给警察。放心，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还有第三个礼物，赵柯呀，就是我故意放出去的诱饵，他只不过是我一个随时可以踹掉的狗，能陪着祁东死，也算是物尽其用了。爆炸的按钮是我按的，祁东早已死无全尸了。哎呀，我很快就会送你到黄泉，和他相聚了。哎呦，我忘了，
我在你的餐具里放了迷药。乖乖睡一觉吧。我们俩是不可能有结果的。我只有一个女儿，那就是游游。哎，不要乱动啊！任何动作都会加速你的胃肠蠕动，触发你体内的那颗炸弹。也不要哭，眼泪是水，在这里没水，要省着点用。阮碧，你做那么多亏心事，你不怕被人发现吗？我敢说，我在你身体当中用的这个方法，全国都没几个人知道。而且它好就好在干净又隐蔽，经须嘣开刺穿你的肠道，败血症会要了你的命。可是师简啊，他也只能到这一步了。你是真不怕遭报应啊？我怕什么？是你们先对不起我的。要不是因为你们，我女儿已经15岁了，她本应该享受更美好的人生。是你毁了她的一切，现在你该还回来了。看到了吗？这是撞锁。仓库经常会发生锁住人的意外，而法医呢，也只会给出营养不良、抵抗力下降而导致败血症致死的结论。这种案例可多了。而我到时候会作证，我会说：“哎呦，我可怜的干女儿，一个被舆论压垮的小可怜，从小就喜欢躲在一个没人的角落里，逃避现实。”而那个时候，你和祁东都死了，而我就会成为宁海广场项目最大的股东，还有唯一的掌控人。他终究会是我的囊中之物的。再见了，我的干女儿。
瑶瑶，你醒了？哎，你别动，怎么了？是不是伤口疼？我去给你叫人啊！你别走，别走，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我没事，我就是太开心了，我还以为你死了，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傻瓜，我说过的，这一辈子我都会守护你的，我是不会食言的。对啊，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的？我在和赵柯打斗的时候，发现了船上的炸弹，我在最后一刻跳船，侥幸逃过了一切。都说人在垂死之际会回顾一生的片段，就像走马灯一样。那个时候我脑子里想的全部都是你，然后你就出现了。都结束了，赵柯什么都找了，阮碧他现在逃离了宁海，但是警方发布了通缉令，后续都交给警方吧。现在啊，你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把身体养好，好好休养。我答应你。我真的走不动了。医生说了，现在这段时间啊，你得多走动走动，这样有助于你的身体恢复。医生说的是散步，这都快赶上拉练了，起码走了得有5公里了吧？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从出门到现在，一共走了1.7公里，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到终点了。我真的走不动了。我有点口渴，谢谢。怎么有点冷啊？哦，当来，你是哆啦 A 梦吗？怎么什么都有啊？我就是你的专属哆啦 A 梦啊。是吗？不过我更喜欢野比大雄。生气啦？才没有。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你。不过齐教练，咱们今天的拉练终点在哪儿？到了你就知道了。走吧。等等我。妈，我带悠悠来看你了。怎么突然想起带我来这儿了？我妈妈生前给我写过一封信，她让我
好好生活。但是我一直被仇恨蒙蔽了双眼，我多次让自己还有你陷入危险的处境当中。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这些真的值得吗？也就慢慢明白了，我母亲所说的“好好生活”这4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悠悠，有些事情是时候该放下了。你是不是觉得我还没有放下？从医院出来之后，你对阮碧的事情只字不提，我担心。因为我想通了，就不急了。5年前，你把我救起来，送到阮碧那里时，他曾对我说过，复仇不是人生的全部。我当时嘴上答应着，心里可不是这么想。就像风筝一样，那个复仇的线就是我的全部。不过经历这件事情之后，我反倒想通了。阮碧她那么恨我爸，把一辈子都搭上了，到头来又得到了什么呢？不过是被仇恨毁掉了人生罢了。一个人在仓库的时候，我想了很多。我不能像他那样，我可比阮碧幸运多了，因为我有你啊。就像现在这样，没有了那根线的束缚，平平淡淡的，多好。阿姨，您放心，我和祁东一定会像您说的那样，好好的生活下去。不管你想去哪里，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的。只不过，现在有个更重要的人，该去见见了。奶奶，我想你啊！你好，你好，请问邮政在哪儿啊？哦，邮政呢？刚才护工还带着他在院子里散步呢。护士长，护士长，不好了，我就上个厕所的功夫，邮政就不见了。不见了？不好意思啊，我们马上去找。你别着急，他刚离开不久，肯定走不了多远的。我们分头找。好。爸！邮政！邮政今天来过吗？没有。爸！来宁海工地。阮碧，
我爸呢？你不是很恨他吗？为什么要来救他？我不是你，爱一个人就把他毁掉。你错了，我爱他，我很爱尤震，很爱很爱，至少曾经很爱。虽然我跟齐兰是好闺蜜，但是我一直很妒忌她。她长得比我好看，家世又比我好，我在她身边，我永远都是一个背景板。当初是我先喜欢上尤震的，没想到他先去给齐兰表白了。这么优秀的一个男人，他本应该属于我的。后来，他们俩结婚了。尤震的事业越做越大，我更妒忌他了。而齐兰，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两个人聚少离多，互相埋怨。我知道，那个时候，我的机会来了。后来我怀孕了。就在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尤震的时候，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阮碧，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我只有一个女儿，那就是尤尤。尤震，我们已经结束了。他跟我说，他要为了你回归家庭，最后还导致我流产了。就在我绝望的时候，安国轩找到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让尤震死。尤震曾经跟我讲过星耀的经营情况。我可以帮你们造假，做出星耀财务亏空的证据，然后嫁祸给尤震。那我要怎么相信你已经放下对尤震的感情呢？这个是尤震送我的，我会用我的实际行动证明，我对他只有恨。不过事成之后，我要星耀30%的股份，这是尤震欠我的。成交。星耀集团啊，本应该也有我的一份，但没想到安国轩那个王八蛋，他出尔反尔。现在齐兰死了，尤震落马了，也是时候该兑现你的承诺了。这里有500万，还有这个胸针，留个念想。什么意思？500万，不少了，你也就值这么多。不然，你想和齐兰一个下场吗？哼哼。我恨安国轩，我恨尤震，我恨齐兰，我更恨你。现在齐兰死了，安国轩生不如死，轮到尤震了。还有你，我爸到底在哪儿？你爸在哪？你爸在哪儿？你可以救得了背叛家庭的爸爸，但你却害死了爱你的妈妈。不，害死我妈的人是你，是你，悠悠。要不是因为你，你爸就不会抛弃我，我也不会去找齐兰，齐兰也不会死。是你害死你妈妈的，是你，悠悠。这个杀人凶手！其实当时我是可以救你妈妈的，
软碧，救救我，软碧！悠悠还那么小，她不能没有妈妈。那我的孩子呢？他不能没有妈妈。悠悠。妈妈，我到现在也忘不了起来看着我惊悚的眼神。他说让我救救他，他说他的女儿还小。我看着他一点点的力气，然后坠落。放了我！我是很想放手，让你粉身碎骨，可是我答应过祁东，我要好好生活，我要重新开始。我已经有了要守护的人，所以我绝不会放任我的人生因为你而被毁掉。为什么要救我？我救的不是你，而是我自己。我去叫你爸。啊，干妈宝宝啊，好乖。软碧以后就是悠悠的干妈了。悠悠叫干妈。哦，妈妈宝宝，乖乖。将心中伤悲如星般破碎，璀璨的泪，爱你为了谁？掌心中伤悲如星般破碎，璀璨的泪，爱你为了谁？阮碧现在至少面临3种指控：杀人、非法拘禁、经济犯罪。不过，从调查取证到起诉的过程，肯定是非常复杂且漫长。也就是说，短时间可能会没有结果。不过好在，坏人终究是逃不掉的。换句话说，你彻底胜利了。高兴吗？远没有想象的高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一句话：复仇不是为了死去的人，而是遗留下来的人的自我满足。这一刻，我彻底放下了。你爸已经送到医院了，走吧。走。玫瑰，我要种玫瑰，玫瑰。真没想到，你爸身体还挺硬朗的。这才过没几天，身体也都恢复了。你不过去看看他吗？我要种玫瑰。我就不打扰他了。他口中的玫瑰，是爱是恨，都已经不重要了。就让他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又有什么不好呢？龟，紫色的玫瑰。好。你还记得吗？15年前的今天，我们第一次在这里相见。我想起来了，难怪你的电脑和密室的密码都是0721，原来是我们初见的日子啊！远远不止这些，我连手机密码、银行卡密码，所有密码都是。对了，就这么把宁海广场交给下面的人看着，能行吗？你怎么3句话离不开工作啊？是谁说的？要完成妈妈的心血的。我说的。现在宁海广场也步入正轨，等着竣工就完了。你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好好陪我。嘘，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什么？从我认识你的那一天开始，从你勾起我手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这辈子注定会被你套牢。这句话怎么似曾相识啊？你什么时候准备的？从认识你的那一天，从你勾起我手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这辈子注定会被你套牢。我说那句话的时候，是认真的。悠悠，嫁给我吧。No, I wanna see you smile when time is not slow. Walking beautiful, past brilliant flowers grow. Now I wanna see you soft, then the answer is sure. That I will be the only one to you. Every day be with me, oh baby. Every night hold me closer, baby. I'm not forgettable that you give me. No, I wanna see you so. Then the answer is sure that I will be the only one to you. 小破网吧正式开业喽！走走走，应该有开业对呀，都出年肯定得出联动。恭喜啊！哇，不错。我嗯。
未来是有起伏，茄子如何也会风雨交错，可一切化作幸福颜色。关于我，关于你的执着，相爱总是很好，偶尔星雨闪耀，浪漫还在环绕，是一切美好幸福信号。不快乐一瞬间全忘掉。 Someone like you， 当我发现变成了 someone like you， 我最爱的为你所有，就算时间重来，只要你在就安心。Someone like you， 牵你的手，我就是 someone like you， 交换永恒伴你左右，把眼泪留从前，幸福蔓延到永